我上一世一睁眼就看到自己在天庭，应是狼顾覆面，银鳞仙云甲在身，肩挂玄灵披风，脚踏追云赶月靴，手持一杆7尺长槊。经9世转生的虾人正给2个狱友说起了上一世的经历，这2位狱友却也是不凡。和尚长得眉清目秀，应是妖僧不假；女子更是生得绝美，英姿卓绝，又不失仙容旖旎。哇，那你岂不是天上的神将了？那当然，举目望去，全是跟我穿戴一模一样的家伙。抬头一看，嚯，好家伙！怎么的？我头顶那是一座巨大的仙门，仙门上有牌匾，上书3个大字。哪3个字？南天门。真厉害，绘声绘色，跟真的一样。然后呢？然后我看到前面不远处有一个3只眼的家伙牵了条狗，正跟一只猴子打架。要不你还是换个情节吧，前面写的多好啊，后面也太掉价了。什么傻子能跟猴子打起来啊？这不是故事。好，那然后呢？然后我就挂了。嘿，真扫兴，这故事写的真烂。你不懂，那3只眼的家伙狠起来连自己人都打，那只遭瘟的猴子更是畜生中的畜生，一棍子下来，多少弟兄被砸得东一块西一块，更有倒霉的被砸断了条腿，活是活不成，死也死不掉。小僧知道你被株连，肯定受到了很大的打击，但你要坚强啊，你千万别发疯啊。小僧过2天就出去了，还不想被你发疯打死啊？呵，无知的凡人！首先，我非常开心。你看，你还说你不疯，哪有人死到临头了还开心的？其次，我不是被株连的，我是靠自己本事进来的。你不是曾是段祥庆的门生吗？咦，他妈了个！一世版方孝孺，这种傻缺也配做我的老师？你倒是很明事理，那你是怎么进来的？我科考落地之后，站在皇城门口，大喊了一声“昏君”。那你是真该死！呵呵，笑话，我该不该死？昏君依旧是昏君。要不是你已经戴罪即将问斩，我恨不得现在就砍了你这颗狗头。我劝你不要。刚才还装疯卖傻说死的开心，现在怎么又害怕了？首先，你在牢里弄死我，肯定要背上罪责，很不值当。再者，你没有刀，下手肯定不如刽子手痛快，怕是我要难受好一阵才能死，太遭罪了。我跟你这蠢货计较什么？你和姓段的腐儒一样，都是迂腐的蠢货。难道就因为女帝是女儿身，就不配登基做天下之主吗？我什么时候说女帝不配登基了？可你刚才说，这是人命如草芥的乱世，是他平定的，这皇帝由他来做最合适。我钦佩女帝的气魄，在乱世里敢以单薄的身躯挽狂澜击倒，扶大厦将倾，此等功绩，这世上无一人能与之比肩。但不妨碍他是个昏君。你一边拥护陛下，一边又骂陛下是昏君，这是什么道理？你知道乱世因何而起吗？兵祸。呵呵，故弄玄虚，你一个小小死囚还能比我明白？你看到乱世的起因是兵祸，女帝肯定也知道兵祸的可怕，所以在太平盛世后，女帝第一件要做的事是什么？是什么？哈哈，还能是什么？削兵全备，把跟随自己身边多年的老伙计全都一个个的清算了，天下就安全了，兵祸就解决了。纵观历史，历代开国皇帝最喜欢干的事就是总结前朝灭亡的经验，其中有属削兵权一事，最让开国帝王所喜爱。但是很可惜，他们都错了，错得离谱。够了！即便女帝真要削弱各部兵权，那也是为了天下。你一个小小死囚也配议论他？连议论都容忍不了，这还不是昏君？你放肆！我若不放肆，怎么可能在这死牢里？如果不想听不想见，不如刺聋双耳，戳瞎双目。你还说当日无罪之身，我要说；如今戴罪将死，我更要说。即便杀了我，昏君还是昏君。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如果连一句昏君都听不进去，只在乎眼前的浮华，最终这所谓的大殷皇朝也只不过泡梦一场。有意思，这死囚叫什么名字？回陛下，此人叫虾人。这一切都是你的臆想罢了。陛下对功臣一直是礼遇有加，从不曾有半点加害。当然礼遇有加，不然会被天下人骂死。想要削兵权办法可太多了，比如我会先请所有武将进宫赴宴，然后突然在所有人面前唉声叹气，再然后不说话。我懂了，这个时候我应该问陛下何故叹息？我会说这个皇位太多人想做了。群臣会说陛下天命所归，谁还胆敢有疑心？诸位手握兵权，如果他日你们帐下的将士突然把一件龙袍披在你们身上，拥戴你自立称帝，纵使你不想造反，那时候还由得你们吗？若是陛下真的这么说，那么宴席众人肯定会被吓得跪下。哈哈哈，戏言而已，
诸位都是朕的挚爱亲朋，手足兄弟，不要拘束，接着奏乐，接着舞。就算女帝真的这样说，手底下也没有人敢真的当场玩笑话。对啊，所以就看第二天上朝有多少人会上奏请辞，主动请辞者，我就会大加封赏，然后给一点没有实权的虚职。如果还有不请辞的呢？这场宴席本来就是天子留给臣子的最后体面，如果臣子不想体面，那天子就帮他们体面。怎么帮他们体面？无非两条路，要么人头落地，要么荣华富贵。好计策啊！陛下，此子妖言惑众，其心可诛。他胆敢自称天子称威，更是罪该千刀万剐。朕还没有让你们跪下，你们却跪下了；朕没让你说话，你却说话了；朕还没有因为一个死囚而生气，你却着急想杀掉一个本来就要死的死囚。奴婢该死！才2句话就把你吓住了。如此胆大包天的话，很难不被吓到。他就没被吓到。这种掉脑袋的话又不是我说的，我怕啥？你个没心没肺又上不得台面的家伙！你刚才说女帝陛下错了。没有，我什么时候说过？你说了，你说开国之君都错得离谱。女帝不算开国皇帝。你说女帝是昏君，那你应该知道如何才能不错。哼，看来你跟那段祥庆一样，到底是个沽名钓誉之辈，只会大言不惭。好，反正老子都是死囚了，还怕你？首先第一个问题，也是女帝登基后要总结的第一个问题，你可知上一个皇朝为何覆灭？就是你在宫门前喝骂女帝。是我，你能怎？上一个皇朝因为兵祸覆灭，那你可知兵祸因何而起？因为君王荒淫无道，罔顾人伦。废话连篇，就因为2个字，民心。我再问你，你可知道前朝为何失了民心？你不会又要说君王荒淫无道，罔顾人伦吧？那你说是什么原因？求你动一动你那空无一物的脑子。当然是因为百姓没有粮食吃了啊！和尚，你家那块闹了饥荒，饿死了人，许多人要靠吃观音土而活。此时有人给你1碗肉粥，告诉你从军能活，你跟不跟他混？别说肉粥了，真快死了，1碗杂粮粥我能把命卖了。你看，当今天下人命就是形同草芥，而民心的本质就是粮食2字。新的问题又出现了，粮食是怎么没的？连年的天灾，土地颗粒无收，粮食自然就没了。那么天灾与女帝有什么关系？你再问我，我就让你在地上打滚。呵，你这小姑娘，我一个能打你10个。乱世的根源不在兵权，而是在于天灾。如今虽然天下初定，但天灾仍在继续。哇，发生了这么丢人的事儿，都能若无其事的继续讲下去啊！乱世的根源未止，女帝即便削减兵权，止住了兵变，止不住民变。小僧说的那么大声，他都能假装没听见，能隐忍至此，绝非凡人。老子可是死囚，你多少尊重我一点。惹急了我，小心我趁你今晚睡觉的时候，把你一起带走。民变最终会发展成兵变，而女帝又削减了兵权，到时候谁去镇压民变，怕是过不了多少年，乱世又起。不过那跟我没关系了，我3天后就要挂了，这个乱世你们自己享受吧。来人，放我出去！哼，他比我还疯，这可是死牢啊！喊来人，不如喊2句冤枉的。大哥，你看，我操，牛逼！都已是郑国将军了，还是这么毛毛躁躁的。陛下，方才那死囚的话，您可都听见了？疯疯癫癫的一个狂口小子，就把你吓成这样。可是我觉得他不像是疯子，而且你觉得他说的还很有道理？呵，笑话，胡乱猜到了个中1、2罢了。陛下三思啊！哼，他骂朕是昏君，不过就是看不得女子做皇帝，朕亲自来就是接你出去，你就别跟朕耍小性子了。你还真以为随便碰个死囚便有治国的本事不成？陛下，您若不急，与我一道听听也未尝不可。哎，你不想让朕亏了那些将士，朕都明白，但你不应该病急乱投医。或许他确实有几分可取之处，那句以史为镜说得不错，但别的荒谬至极。陛下，您既然也觉得他偶有妙句，那就说明他并非一无是处。继续听下去，或许能有一些启发，也说不定。你想胡闹，朕可没时间陪你，朕还得去镜湖问问岑师。难道真就必须如此？无其他解了吗？我第8世一睁眼就发现自己变成了一个少女，而且是个很漂亮的少女。我坐在一辆车上，车窗外霓虹灯火绚烂，司机，抱歉，
忘了你不知道司机是什么，就是驾车的车夫，车夫的名字叫赫尔佐格。好古怪的名字。然后呢？然后我就瘪了。他别啊了，说说你是咋进来的？我是隔壁牢房住满了，过来借住2天。我记得隔壁是非法辖记的牢房啊！好你个妖僧，你破戒啊！肤浅，真是肤浅。难道你是被冤枉的？他有一个好赌的爸，生病了吗？读书的弟弟，破碎的家，我不帮他谁帮他？我佛慈悲，普度众生。换作是你们，能对破碎的他视而不见，能对他的满身泥泞视若无睹。然后呢？然后不快就冲进来了。牛逼！切格瓦拉说的没错，这里个个都是人才。你怎么回来了？一个怎么够吃？我们3人呢？你们歧视出家人啊？凭什么他有酒有肉？断头饭，你想吃？一起啊，我不介意。不，还是你独享自用吧。一起？不是，你凌迟啊！这不是送行饭，是我花钱买来的。有钱人的癖好真是古怪，竟然喜欢来蹲大牢。和尚最后还是共享了虾仁的断头饭，1人份的断头饭，2人自然吃不饱，便不由盯上了殷秋白的凌迟餐。来啊，断头饭都吃了，还怕啥？这么精致的好东西，小僧无福消受，吃了怕是要惹上麻烦。能有什么麻烦？不知道。哈，这是什么道理？就是不知道才觉得可怕。毕竟你2位，一个是即将断头的死囚，一个是不知底细的千金大小姐。我就一破戒小僧，我一个死囚，我能给你带来什么麻烦？你看着就不烦，说话谈吐更是高深莫测。即便是你砍头时迸飞的血溅到我的脸上，都能让我连续几个晚上都做噩梦。你这和尚生得清清白白，怎么嘴那么贫啊？相逢即是有缘，我叫虾仁。白秋阴，我过2天就出去了，这缘分还是不要了。穆公子刚才说过，天下乱世根源不在兵祸，在于天灾。可是天灾也是人力可以阻挡的吗？谁说不行？殊不知事在人为，人定胜天。如何能胜？有涝灾就治理江河，让它不能决堤；有旱灾就开拓江河，修建堤坝闸门，在储水充盈的地方将水调到旱地。这有何不能胜？这件事且先不说，人心是不可把握的。若是真的发生了你口中，麾下有将士把黄袍披在将军的身上，那又该怎么办？确实，人心是不可控的。万一有人反了，虽然无法开启乱世，但是足以让君王寝食难安了。2个办法，第一个就是削弱兵权，然后扬文抑武。说第2个办法，举办一所学校，学校也就是学府，类似太学那样的学府，让将士们进学堂读书写字。不是所有士兵，是所有军官。这是一所军官学校，也称作军校。不是很理解。请问你可知道一支军队如何才能配得上优秀2字吗？令行禁止，上行下效。正确，但不尽然。你还能有我懂带兵打仗？要说长篇大论我不如你，但带兵打仗就这8个字。呵呵。那你说还有什么？纪律严明，文化素养，还有最重要的一点，信仰。信仰。一支没有信仰的军队是没有潜能的，没有信仰便无法发挥最大的战斗力，更别提面对颓势的时候，军心能否一如既往的坚定了。没明白？你笨呐！自古以来人们都在意师从门第，若是女帝创办一所军校，让所有军官都进入学习，那他们不就师从女帝了？他们相反，有再多理由胆敢弑师。这是个好办法。还有信仰。若是他们都坚定的信仰女帝，再将他们放还各自的位置，即便是全军统帅有反心，底下那零零散散的校尉们率本不离开，光杆的统帅凭什么反？穆公子，你不该死啊！不，我该死。和尚说的对，你不该死。我怎么不该死？我该死啊！穆先生，之前我多有得罪，还请先生恕罪。不是，怎么叫先生了？虾仁现在有点懵，就好像你正在跟你好兄弟吹牛逼，结果他跪下管你叫义父了。先生有大才，又愿意给我解惑，当然是先生。我定为先生沉冤昭雪，想办法救先生离开死牢。不是，姐们，我没冤啊！先生不必推脱，我救先生绝不是为了谢恩以报。别搞，我还有3天就问斩了，别搞啊！我该死，我该死啊！你千万别救我！穆公子大概是太激动，疯病又犯了啊！将军，您可算出来了，咱回府吗？不，去镜湖。对了，老黄，在江湖上可有一个叫赫尔佐格的人？将军，这听着像是个关外蛮族的名字，老奴从未听过。您是从哪里听到这个人名的？哎，大概真是疯话吧。陛下，岑师不在，太师缘由了，刚走。这不是你写的吧？不是，小妹哪写得出这样的学问？朕看走眼了，本以为是个有点学识的少年，却没想到身怀如此大才。陛下能向臣子认错，那就是万民之福。能有如此盛名的女帝，盛世不远。秋白还要恭喜陛下得一绝世奇才。
你也是替朕操劳许久了，早些回府歇息吧。秋白告退。锦绣司的能力还有待考察。一个家破人亡的简单少年，犯了罪不至死的死罪，连科考都能落地，又是去哪里学到如此韬略的呢？10年不期而遇，又恰巧与朕的妹妹在死牢中相识，是巧合。到底特么谁啊？你弟逆鳞都敢碰？就是你一直唧唧歪歪。我不是，我没有。刚睡下，你走后，夏公子又发疯了，跪天拜地，嘴里念叨佛祖和玉帝，又念了个没听说过的神，好像叫耶稣。然后呢？然后突然想明白了似的，对小僧说，他一个富家千金，顶多有点钱，不可能有关系让死囚脱罪。他还说什么了？夏公子还拉着小僧结拜，要跟小僧同年同月同日死。那你……我当然没同意。不必管我，我过2天就出去了。我只是嫖娼被抓，不是死罪，不用劫狱。谢谢，我们还没那么深的交情。告辞。不送。老黄将将军府的牌匾摘了去。另外，以后在将军府不许叫将军，要叫小姐。将军阿呸，是小姐，小姐怀春了。听说对方是一个落了地、负死罪还有疯病的男人。妈的，这叫吓人的男人，真该死呀！我靠！我怎么在这？公子还请回屋歇息，稍后奴婢伺候公子洗漱。不对不对，我在死牢的，你们可是劫狱，这是死罪啊！救命啊！小姐，夏公子醒了。有没有发作？夏公子醒了后愣了片刻，然后大喊着一些混话，挣扎得很厉害，说什么挡人死路，形同谋财害命，不共戴天。有话就直说。小姐，就他这样的，怕是治好了也流口水。哎，没伤着吧？没有，就夏公子这样的，小的一个能打他10个。我问的就是夏公子伤没伤着？没有没有。姑娘，我看你天庭饱满，地阁方圆，眼含桃花，你的姻缘要来了。白小姐，开饭了吗？夏先生，我让人准备了浴房，你可以先沐浴，接着再用饭。还能洗澡，多谢多谢。我请了一位名医，稍晚会到府上给夏先生诊脉。我没病啊。我有，让他给你诊脉是顺带的。我早日康复。谢谢。你劫狱罪很大，晚点趁着夜色把我送回去吧。可是世间就缺夏先生这样一个说实话的人。其实不缺，缺天下人何其之多，不缺我一个轻狂孟浪之徒。夏先生不要推辞了，安心在我这住下，白府上下先生可以自由观览，有任何需要吩咐下人即可。软禁，你能不能不要唧唧歪歪的了？先生的戴罪之身我会想办法，在此之前最好不要离开。歪歪，等等，瞎说，没来耷拉着的。人呢？人呢？小的该死！夏公子说小姐热情款待，让他有些不好意思，要摘墙头的一枝花献给小姐，要小的搬梯子去。所以你就留他一个人在墙下？我不是让你们看紧了他吗？小的愿意领罚。无视军令，你知道是什么下场？在小姐面前还敢隐瞒，如实招来。说开了，便是觉着一个疯疯癫癫的憨子，怎么配得上自家将军？无非就想看虾人从树上摔下来出个丑而已。还愣着干什么？全都出去找！将军府有府兵800，加上家仆与侍女2000余人，浩浩荡荡，全都出动了。这可着实把整个京师吓了一大跳。不知道的还以为殷秋白要夺取京城，欲图谋反了。这么高的墙，鬼才爬得出去呢。还好我冰雪聪明，再怎么说也有一顿断头饭的交情，也算是留下一点自己的痕迹吧。有饭吗？有送馒头，来俩。陛下，不好了，真国将军府。狗奴才，滚下去！是，奴婢该死。今夜动静不小，看看京城卫宿让你吓的。秋白，你现在是镇国将军，做事怎么还这般胡闹？秋白知错，愿意领罚。另外，陛下，我有要事禀报。你倒是不怕京城动荡啊？亏朕还觉得你稳重不少。朕听闻你将那个死囚从狱中带回家了，还把家门口的牌匾换了。怎么不想姓殷，改姓白了？陛下恕罪，我只是觉得，你觉得这人有才，能为国所用，所以还未得朕的诏命，就私自将人从死牢带走。陛下，此人有治国才能，为什么陛下还要杀他？朕没打算杀他，知道你将人从死牢带走，也没拦你，知道为什么吗？既然陛下没有杀心，为什么不赦免他的罪行？是朕在问你，你反倒质问起朕来了。陛下恕罪，臣别称臣，你要也称臣，朕身边真就一个人都没有了。奇才啊，
谁写的？正是虾仁。陛下，这一份军校规制写得怎么样？贪生怕死，误入私门，升官发财，请往他处，写得好。只是为什么要假借孙先生这样的称谓？他不是姓虾吗？我也不知道。秋白，你先回去吧。陛下，听话，先回去等着。朕向你保证不会杀他。是。秋白告退了。你只感怀庶民虾仁以死报国志，宫门失言，实乃蒙冤。朕今赦其罪。四官位监察御史，既然他想说实话，那朕就让他说个够。陛下，这虾仁身上并无功名，没有功名怎么能封官吏啊？朕说有，当然有。可春闱早已放榜，让礼部自己办。圣旨先不颁，虾仁不是还有2日问斩吗？且看他这2日在狱中是淡然自若，还是心急如焚。命锦绣司盯紧他，每日汇报。是。我关姑娘胸怀大志，不知可要卜上一卦？哦，那不知道先生卜卦可准？夏公子，醒醒醒醒！这死牢里的狱卒好像换人了。狱卒？哪有狱卒？总感觉你说的和我说的不是一个东西。傻了吧？这又不是青楼，哪里来的狱卒？确定了，确实不是一个东西。我是说牢里的看守好像变多了。别闹了，这是死牢，我又刚被劫出去，上头得了消息，肯定要多增派人手的。夏公子，你明明跑出去了，为什么回来？和尚，我其实一直以来都很倒霉的。确实，不然怎么也不能被株连。都说了，我不是被株连的。哎，好不容易能有个干脆的死法，你让我消停点吧。可如今大殷盛世才刚刚揭开序幕，若不亲眼看看，不觉得遗憾吗？盛世？你觉得如今大殷天下算是盛世吗？非要说的话，算是太平乱世吧。太平和乱世这2个词能组合在一起用吗？一夜了，他还睡得着？属下离开刑部天牢时，他还在梦中。哼，他就真睡得这么安稳。陛下，您吩咐过要他显露出恐惧之意，再颁布您的圣旨。说下去。但若是虾仁一直不惧，临到问斩，那就一直不赦。来啊！算了算了，这顿算是你最后一顿了，小僧就不跟你抢了。那饮一杯。既然如此，那当是我借你的酒，送你一程吧。夏公子这等人杰，用这种酒送你走，太委屈了。换个角度想想，我少喝一口，百姓多吃一口，不好吗？小僧没能力，只能眼睁睁看着夏公子死，真是此生憾事。夏公子，你口中的盛世是什么样子的？不太记得了，不过大致还记得，那是一个人人平等的社会，阶级依旧存在，但并非不可打破。死囚虾仁该上路了。夏公子，关山难越，谁悲失路之人？萍水相逢，尽是他乡之客。告辞。告辞。世事一场大梦，人生几度秋凉。废什么话，撅着。皇上有旨。宫侍郎，接旨吧。夏公子，陛下已经下旨赦免了你，而且你还有了共事的身份。我还活着 ，fuck！ 小姐，夏公子这是又疯了吗？先带夏公子回府吧。皇帝肯定不会那么好心，这其中肯定有点什么问题。夏公子，您看圣旨，陛下敕封您为御史台监察御史。监察御史，纪律部门。御史职责乃是监察百官，巡视州府，纠正刑狱，整肃朝仪，弹劾与谏言，权力还挺大。若夏公子不嫌弃，日后便常驻白府吧。不行不行，白姑娘，将来若是我被株连，你可要遭殃了。夏公子觉得不妥，小姐也不要强求了嘛。夏公子有情有义，不想牵扯到小姐，不如全当是借住吧。毕竟现在夏公子也没有去处，那就却之不恭了。夏公子，醒醒，你该上朝了。夏公子，朝堂不比乡野，谨言慎行啊。放心，我知道该怎么做。你最好真的知道。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有事启奏，无事退朝。启奏陛下，自陛下登基以来，天灾不断，水患蔓延，瘟疫肆虐，鹅漂遍地，哀鸿不断，民愤四起。臣等以为，这是为君者不仁，上天不满。臣等跪请陛下下罪己诏，以平民愤。你们呢？你们也认为朕这罪己诏必须下了？陛下，臣以为青天监正所说不无道理。卢廷圭，朕问你的事，你也认为朕该下罪己诏？陛下乃是贤明之君，定会为了天下万民做出正确的选择。看见监察御史虾仁有本弹劾，小小一事毫无礼数，放肆至极，殿前失仪，白发。
跪请教阁下是。本官乃是钦天监监正，执掌观测天象，推算国运，不算吉凶之职。明白了，算命的呗。你一个小小御史，算什么东西？大师，你夜观天象的时候，有没有算到自己有此一劫？你敢在殿前伤人？闭着，啐啐。陛下以臣子身份代陛下言，以下犯上，忤逆大罪，一律当斩。别一派胡言。自古就从来只有含冤的臣子，何来负罪的天子？让天子下罪己诏，可以，但君辱臣死，你们敢死吗？天灾的发生就是君王的品行有问题，那么我想请问诸位，若皆如此，还要尔等做什么？还口小儿，无知狂吠，此乃天象所示，岂容你在这里胡言乱语？陛下，此子狂悖，殿前失仪，公然伤害上官，其罪不容赦。跪请教阁下是。我乃礼部侍郎蔡继翁。别急，即便要治罪，也得让我把话说完。这一场天灾，户部毫无作为，致使灾情扩大，流民四散，此罪户部何人敢应？陛下，小儿无知胡言，灾情迅猛，灾民何止成千上万，赈灾粮送达的速度根本赶不上灾民消耗的速度。敢问户部，现在粮价涨到多少了？虾御史，你莫非是想说直接运送赈灾银两到灾地吧？即便是我这个礼部侍郎都知道，灾情迅猛，粮价飙升，往常1斗米6钱，如今已成倍上涨。敢问虾御史，可知道多少银两才够喂饱数量如此之巨的灾民？闭眼，应将此人流放边境，永不录用。此人误国啊！流放不是杀头，那还玩个鸡毛？谁说赈灾一定要用粮食了？赈灾不用粮食，难道用观音土吗？1斤最次的口粮能换3斤夫康。虾仁，你刚才说夫康，这没听错吧？陛下这不是听得很清楚吗？1斤最次的口粮换3斤的夫康，朝廷为了脸面用的是最好的米粮，当然不够。荒唐！蔡侍郎，别急啊，用最好的米粮做门面，经过层层盘剥，最后到灾民嘴里的只怕最好的口粮也要掺食加沙了。这与夫康何异？你空口无凭，血口喷人，你难道是想说我大英皇朝上下皆是国之蛀虫吗？一颗石头砸下去，叫得最大声的那条狗，一定是被砸疼了的。你口口声声圣人言，但如今能用1斤最好的米粮，能换10几斤夫康，原本能活1人的口粮，如今能救10几人。大英皇朝这么多识军禄的官员，却无1人敢做了。文尚书可有话说？臣无话可说。夏御史此番话或许有些悖逆，但不无道理。少年英雄莫过如此。陛下，户部赈灾不力，治下不严，在即位而不谋其政，其罪当斩。礼部执掌礼数，天下万民应服教化，现今灾民哗变，其罪当斩。工部执掌土木兴建，但江河泛滥，使百姓流离，其罪当斩。吏部执掌地方官升降，灾情如此凶猛，地方官难逃其咎，其罪当斩。钦天监本应执掌立法，却自诩解读天象，祸乱朝纲，其罪当斩。请陛下依次降罪。第一次上朝就要连斩6部之4，这小子简直正的发邪。传朕旨意，立公3部，侍郎之上罚付1年，钦天监监正打入天牢，待斩。至此以儆效尤。虾仁谏言有功，进阶1品，赏。慢，臣还有本要参。虾仁，你再参下去，朕可就无人可用了。臣本来就只参这1本，奈何我不想惹麻烦，麻烦却惹上我。钦天监正，何苦来哉？去招惹个不要命的庶子。臣弹劾镇国大将军，越权干政，漠视律法，其罪不可赦。哼，好一个其罪不赦！可知你为何会站在这里？臣当然知道，正因为臣站在此地，臣才说他罪不可赦。臣乃死囚，试问一个板上钉钉的死囚都可以救活，镇国大将军的权力难道要大过天子了吗？按你所说，朕要治镇国大将军何罪？剥其爵位，降为庶人。呸！畜生！传朕旨，镇国将军降1级，罚俸半年。昏君，你怎么还在？俺奉命送虾公子上朝，当然还要护送虾公子还家。你回去吧，白府现在最好，别跟我扯上任何关系。不行，命令就是命令，俺得把命令执行到位。跟着我会死，你还跟吗？虾公子别小瞧俺，俺一个能打虾公子20个。我他妈不是计量单位。虎子知道哪里能做衣裳吗？小的正好知道有家裁缝铺，沈娘子又是裁缝又是掌柜，活做的精细，专给大户人家做衣裳，做工还快。
大人来此，不知有何贵干？打扰了，我想请问一下，沈娘子的裁缝铺在哪？小女子有礼了，小女子就是沈暖玉，大人想要做衣裳。我着急穿，没什么要求，能穿就行。怎么了？做不了？那倒不是，能做。那你刚才的眼神是？我这学堂开设以来遭了不少白眼，第一次有大人这样平淡如常的目光。不过，大人，这衣裳做工再快，怕是今日也难做出来。我加钱。能做，大人坐着歇息，日落之前衣裳就能做好。没礼貌，进屋不会敲门呐！你是什么人？区八品官也好意思穿着官服在大街上招摇过市？没听见吗？你得给本侯行礼。我大殷皇朝什么时候有这么年轻的侯爷了？我家世代为国征战，立下汗马功劳，册封景阳侯。哦，原来是世袭啊！放肆！一个小小的八品官也敢在本侯面前？庄侯爷，暖玉，怎么什么人都能进来？你是主人，我不多言，你来把这无礼狂徒赶出去。我这小院不适合庄侯爷这样的大人物来，如果庄侯爷嫌我们鄙陋，那就请回吧。你赶我走？侯爷这么尊贵的人，我这些小丫头们见了害怕。好走不送。小女子有些夸口了，今日还真没法完工，但今夜赶工肯定能做好。明日我让人送到您住处去，您看。嘿嘿，沈姑娘，如果你的生命剩下了最后几日，你会选择做什么？我自幼爱惨了文章，也做了不少诗词。我要是快死了，大概会带着自己的文章走上文坛的高楼，一睹世间风采吧。对啊，活的还没有死牢里那个小和尚通透。我要上2楼。不是上前呢，这官老爷真不要脸，呸！真倒霉，白白拉了这一趟。咦，白小姐也在啊？998搞不搞？啊，虾公子，我们不是说好了，你以后就算暂住我家，为何不告而别？你知道我今日在朝堂上的作为吗？今天我可是把该死的事儿我都干了一遍。倒是听说了，虾公子忠肝义胆，令人敬佩。白小姐，我已经得罪满朝文武，我今日之后必死于暗箭阴枪。虾公子，这是天子脚下，你今日得罪了不少人，虽是事实，但闹得足够大，风头也足够盛，无人敢顶风作案。我明白了，在京城里，他们不敢杀我，只要我离开京城，他们就敢了。那我要离开京城。你到底明白了个什么啊？虾公子，你现在是当朝御史，没有陛下的准许，是不能离开京城的。没关系，我可以辞官啊。陛下不可能准许你辞官。那我告老。你要不要听听你自己在说什么？我一把年纪都还未告老呢。小姐，您捡这么一个癫子回来，难说是福是祸啊。老黄说的还是保守了，哪里来的福啊？全是祸。对了，老黄，下一次朝会是什么时候？咱俩到底谁才是朝臣？臣御史台下人，请辞。放肆！你的官位乃是朕赐予的，岂容你说辞就辞？臣身为御史，谏言出错，请陛下降罪。朕何时说过你错了？那臣谏言赈灾之事，陛下为何不下旨实施？若陛下事在担忧无人实施此策，臣请旨亲临灾区赈灾。你可知道此行一去要面临什么？唯死臣一人，而活万民。此情此景，是不是应该吟诗一首啊？为什么突然提出这么高雅的要求？夏公子，咱们虽然没有钱，但如果能作诗一首，也能作为入场的门票，而且还会被奉为上宾，白吃白喝。还有这种好事？那当然了，富明楼是文坛公认的风月之地，诗词文章比金银还值钱呢。那你倒是来呀！我哪有这本事啊？关山南岳，谁背是路之人？萍水相逢，竟是他乡之客。夏公子，要是你拿出当日1/10的功力出来，这凤鸣楼今日就只为我们哥俩敞开了。哎，有了，就以远处的山峰做一首诗吧。好，山峰烟蓝，意境缥缈，寓意深远，好选题。远看是座山，近看是座山，越看越像山，原来就是山，如何？宝贝累了。哈哈哈，夏公子，诗可不是这样做的。你们怎么坐在这？因为没钱呗。哎，早知道就先不把官服印绶还给皇帝了，不然还能去当些银子。夏公子，陛下又命人送来了新的官服和印信，而且官阶还不低呢。嘿，女帝任命我为赈灾大臣了。夏公子，你明目张胆的来逛青楼，也不怕政敌在背后捅你刀子？谁是我的政敌？谁是你政敌？你应该说满朝文武哪个不是你政敌？
那些弄不死我的，这题我会。那些弄不死我的，终究会使我变得强大。那些弄不死我的，一定会想方设法把我弄死。夏公子啊不，夏大人，没想到短短11日不见，您就官升好几品，真乃是人中豪杰。也没有那么厉害了，都是用命换来的。那确实，平常人谁敢这么干？夏大人，您看我们俩缘分如此之深，不如你带上我出去见见世面。小和尚，你不知道他在朝堂上做了什么吧？不知道，我刚从牢里放出来。不过既然是夏公子，一定是做了什么惊天地泣鬼神的大事。小伙子有胆识，我欣赏你。你确定要去？确定。你跟我回去，还是明日城门会合？还是明日我在城门口等你吧，我还想找机会进去看看。你不是没钱吗？夏公子你不懂，这地方出入的都是达官显贵，在这里要饭，一会儿就能要到好多钱，足够进去的门票了。要饭都要狭娼，还是你牛逼？黄管家，替我向你们家小姐告辞。我会的。哎，夏公子，此去艰险，还要多加小心。哈哈，瞧他们那脸色就知道，这一趟可不是什么好去处。在下吴红，负责此次赈灾粮饷的护送。吴将军，你们先行出发，你们行进速度快不起来，晚些时候我会追上你们的。吴红是殷秋白安排进来的，除了护粮之外，还要兼职保护下人的安全。夏公子，还是等等吧，这路上要是有什么差错，还得你拿主意。要是这么一大队人马跟着我，朝堂上那群酒囊饭袋还怎么对自己下手？这是什么话？吴将军一看就是身经百战的大将军，能出什么差错？吴将军，灾情如火，容不得耽搁，你先行出发。不差这一时半刻。你回去运粮吧。和尚，你会驾车的吧？会。一会儿快马加鞭，不要停。明白，夏公子，我现在是不是就是你之前讲的故事里那个赫尔佐格？你好好驾车，别学那些有的没的，那玩意儿不是什么好东西，是畜生中的畜生。可是你不是说过的，那只猴子才是畜生里的畜生吗？赫尔佐格比猴子还畜生1倍。好了，这个话题就此打住，我不想再回忆那惨痛的前世了。快，加快点速度！夏公子，你是不是还有别的朋友要来送你啊？满朝大臣我得罪完了，哪来的朋友？你要离京远行，那些人既然不是朋友，那就只能是刺客。真的？真的。放慢点速度吧。不错，应该等身后的运粮队一道走才安全。不是，他们有病吧？他们是刺客，怎么还不冲过来？不知道，大概是因为投鼠忌器吧。快，策马奔腾，快啊！驾！老大，他冲过来了，动手吗？这是京城外，在这动手，你家里有多少颗脑袋够砍的？上头严明下令，让咱们盯着他出城就行。操，快躲！不好，是夏大人。夏大人，你没事吧？夏大人这是怎么了？小和尚便把刚才发生的事情原本的说了一遍。穆大人风骨刚直，威武不能屈，刚强不能折，真乃文人典范。夏公子彻底绝望了，你看他连表情都没有了，看来他对自己产生了怀疑。夏大人，您要振作起来啊！您是赈灾大臣，可千万不能倒下，您还得完成陛下交给您的重任啊！走，出发，传令全军急行军。夏公子，你刚才说你要直接亲临灾区，去瞧一瞧灾民的情况。没错。你还说你要把赈灾的粮食换成牲口吃的糠料，加点糙面。正确。那我现在下车还来得及吗？你这秃顶的小同志不顶事啊！夏大人，和尚说的对，你这样做太危险了。我要去灾区看到每一粒能吃的赈灾粮都送入灾民的嘴里，而不是被那些不法灾民当人看的畜生们收入囊中。可是夏公子，很可能在灾民的眼里，你才是不把他们当人看的畜生。克扣粮食的命令是你下达的，你又是赈灾的钦差大臣。我虽然没把他们当人看，但是灾民起码能活下来。若是百姓都活不下去了，这个国家也就没什么希望可言了。可我还是不敢去。夏公子，您不会犯病了吧？和尚，我看你像是个干大事的人，而不是个先擦鼻涕再脱裤的浪荡子。我就是个嫖客，哪是干大事的人？难道你就不想知道我会怎么对付那群吃人不吐骨头的奸商吗？
那我当故事听听就好了。如果我挂了，赈灾之事就拜托你了。如果你不敢去，就找一个敢去的人。吴红，运粮队先行进城。那我给乔县县令打个电话，通知下他。吴统领，你换新手机了，旧的呢？卖了呀。我发现转转最近配合国补发放了大额回收补贴，我那台苹果14 Pro Max 叫转转上门回收，还卖了4100多。他家现在回收品类很多，像平板笔记本这种数码产品、LV 包和腕表之类的奢侈品，转转都能回收。总之二手回收我推荐转转。我去城外再去看看。不行，虾大人，你是钦差大臣，身居千斤贵重，身边怎么能没人保护？吴将军，可知道这盒子里是什么吗？是圣旨。圣旨在手，我让你带队进城，不是商量，而是命令。是吴红遵旨。夏公子，那盒子里真有圣旨吗？冤枉啊！我只是问吴红知不知道盒子里有什么，我半个字都没有说这里头有圣旨啊！你这不是假传圣旨吗？青天大老爷，你刚才叫我什么？青天大老爷。我以为自己已经很不是人了，但没想到那些贪官污吏更不是人。夏公子，你担心即便是一口糠料，百姓也吃不上。夏大人救国救民，几十万受灾百姓，自知是非公道，心里感激夏大人。走吧，去县衙瞧瞧，这县令有点东西。有东西？有什么东西？我怎么没瞧见？县令高洪涛大概知道上面那群人的德行，所以受灾当日，即便是开仓放粮了，也没有大手大脚在赈灾的事情上做文章搞政绩。这算是他这个县令的功劳，为什么不要？因为他知道，如果在灾情初期就把粮仓大吃特吃，很快就会吃空，到时候赈灾粮没有下来，灾民还是会饿死。所以他精打细算了每日的赈粮，紧紧保证灾民活着。夏公子说的没错，确实费了一番心思。聪明圆滑，看来乔县的灾情不怎么需要操心了。吴将军派你手底下最快的兵，将这道命令送去州府。什么？这夏大人，你疯了吗？在来的路上，你不是看过我写的手稿了吗？我以为这是夏公子写着玩的，哪知道他真敢这样干啊！可知置之死地而后生。等等，这道命令不会也是你发疯状态下写出来的吧？吴将军，按理说你不归我调遣，我可以去找那些文官，但你的兵送信更快些。那盒子里没有圣旨。哎呀，你连出家人都骗！给我看看朝廷给的赈银数额，真是有钱啊！要我说，把所有的钱粮交由一个人掌管，我都忍不住心动了。有多少？足够你去凤鸣楼潇洒上3月。那公款呢？有点志气好不好？尽想着公款吃喝，咱们直接去州府吃大户。那咱们啥时候去？今天。夏公子，我去车上等你。我乃渝州城知州郭守基，恭迎夏御史。按理说我是朝廷委派的钦差大臣，正五品，有高于地方的职权，地方官应向我行礼，你怎么不行礼？本官乃是4品官，官职。郭知州知道这里头是什么吗？无论这里头是什么，都不能让本官折腰。哎呀，郭知州，你怎么就跪下了？你的气节呢？你特娘的，是圣旨，你早说啊！误会误会，夏大人千万别误会，本官只是给夏大人开个玩笑，本官给夏大人行礼是应该的。哈哈，本官也只是跟郭知州开个玩笑。话说接连颠簸，本官也累了。本官已在府上略备薄酒，为夏大人接风。只是薄酒。当然还有渝州地界同僚们的一点心意。夏大人一路舟车劳顿，真是辛苦了。本官定会让人好好伺候夏大人。哈哈哈，如此甚好，带路。夏大人是不喜欢？有点喜欢，但不多。该死的夏大头，真是贪得无厌。夏大人喜欢就好，本官这就让人送到夏大人车上，定叫夏大人满意。赈灾之事如何了？夏大人，您全权执掌赈灾之事，您没有到任，我等哪敢擅作主张啊？几日前就派遣了传令兵到渝州城，怎么你们没有收到命令？回夏大人的话是收到了，但这命令太过匪夷所思，事关重大，我们不敢决定，还是决定等您来了再行商议。我来渝州城只办3件事：搞钱，还是踏马的搞钱。如今世道，百姓都活不下去了，更别提官员了。如果不把咱们官员为宝，谁他妈去赈灾？朝廷派我处理这差事，就是想要一个体面。朝廷有了体面，那我呢？每天一睁眼，几百人吃喝拉撒都等着我伺候，能落到我嘴里的有几个字？好，夏大人说得好，
都道我们当官的不作为，但世道艰难，谁又能独善其身呢？郭知州若是此等情操，那我是同一境界，还得劳烦郭知州为我召集渝州城的粮商，本官得见见他们。不必劳烦虾大人，虾大人的意思由本官代为转达就是。只是这粮价该让多少合适？恨不得要把狗官虾人活活撕了，也快人心。太多了，200文一斗。呸！畜生！我早听闻渝州城文风鼎盛，我这位小兄弟还没见过世面。郭知州，你可得带他好好见识见识渝州地界的风土人情。明白，一定让这位小兄弟品尝到渝州城的风情万种。短短1个晚上，京城来了个狗官的消息就传遍了整个渝州城，一时间渝州城内人人皆义愤填膺。渝州城的粮商们集体收到了一则晚宴邀请。爹，这晚宴可万万不能去啊！你懂什么？这看着是请柬，但不去不行。爹，这晚宴若是去了，咱们苏家的名声就彻底完了啊！这看似是邀请，实则是通知。这位钦差大臣给所有粮商都派发了请柬，谁敢不去，就会成为众矢之的。那个狗官根本没把百姓当人。爹，咱们上京去告他吧。胡闹！你是商，人家是官，而且是京官，在京城不知道有多深厚的根基，年纪轻轻的做成了5品大员，拿什么告？这个狗官只会欺负百姓和我们这些低微的商贾，他可敢去对付门阀大家？我知道你一直在城外设彭师州，此前为父一直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但今后你不许再去了。爹，城外的灾民若没了这一口吃的，是要饿死人的。闭嘴！从今日开始，你不要出门了。还有，少和你那些江湖上不三不四的朋友来往。拟定一批礼品送到知州府去，就说是苏家孝敬给虾人虾大人。怎么这副模样来了？我想请您杀一个人。可你知道我不轻易杀人，但这次情况特殊，您的剑可是天下最好的剑。韩瑶，我与你结交是喜欢你的才情，但我的剑此行只为一个人而出。或者您帮我去杀他。你一个富家千金，为了什么原因一定要杀人？韩瑶不是为了自己而杀，是替天下苍生而杀。带我去见见这位死因被冠以天下苍生的人吧。午后，整个渝州城内的粮商带着财宝、请柬前来拜见这位不为人的钦差大人。呀呼！和尚，清点一下，看上什么就拿点揣兜里。不，这钱我就不拿了，怕我这和尚没命花。虾公子，这些人大张旗鼓的给你送礼，摆明了没安好心。我不给他们一点把柄，这群精明的商人哪里敢来做我的座上宾？他们也不像是胆小怯懦的人。不错，他们敢发财，而且发大财，但是送上门的大财不敢发，所以我得贪，而且胃口必须大，我不拿他们不安心。虾公子，你就不担心东窗事发吗？我巴不得他们直接上京去告我呢，可惜他们不敢。不过这件事京城方面肯定会知道的。难道虾公子已经知道会有人去京城告状了吗？不错，虾公子可知道是谁吗？虾大人，郭守基这2日一直派人慰问我在城外的部众。接受，不要堕落，能做到吗？人跟随我的都是多年的老部下。这些时日，粮商每日都会宴请我去渝州城最好的风月之地，非但不用花钱，还给我塞钱。拿着吧。我听说渝州城的粮价已经飙升到一种可怕的地步了。咱们不会玩脱了吧？这世上最大的地主是谁？你们可知？是朝廷，以一个州府跟朝廷的国库抗衡。虽然大殷皇朝多灾多难，但也继承了前朝后世的国库家底，所以你们现在要做的事，就是不要有任何心理负担的去花那些蛀虫们的银钱，他们口袋里少一文，我们就赢得轻松1分。可是自从虾大人您到渝州之后，便没有露出过朕银和朕粮，这不符合常理吧？这就是为什么郭守基和那些商贾们要渗透城外驻军的原因，他们就是想知道城外驻军运送的粮食有多少。虾大人，末将定不会让他们进一步。不，得让他们知道。你确定你所率部众可信吗？我愿以性命立下军令状，若麾下部众有任何过错，打乱虾大人计策，吴红提头请罪。命令你手下部众挖沙土装进粮袋里，垒砌起来，外层全是粮食，里层全是沙土。这能行吗？这垒砌的粮山是给人看的，自然经不起查验。但在这渝州地界，除了我之外，还有谁人能查？末将佩服。记住，你要收受贿赂。商贾和知州多疑，这些人除了是畜生中的畜生，也全是人精里的人精。你不拿，他们不放心；你拿了，他们才会相信自己眼睛看到的东西。好，末将明白了。
你实在舍不下自己的道义，那就把钱都给和尚吧。我舍得下，我舍得下。你们俩可得活着呀！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现在不是春末夏初，也并非秋雨时节。看来我今夜一定要死了。你知道自己要死，但你怎么一点都不怕？你还动不动手？但在你死前，我要弄清楚一些事。你早说嘛！你想问什么就问吧，我一定知无不言。你不好奇我是谁？不好奇。你不想知道谁要你的命？不想。你可听得到知州府外数十万百姓的民怨？我知道，渝州地界遭灾，我就是奉命来此赈灾的。可笑，你奉命赈灾，却做夫谷之躯，欺压百姓，搜刮民脂民膏。如今米粮竟因为你涨到了200文一斗，也该死！我该死，给我个痛快！杀你，脏了我的剑！房里的东西你随便用，利索点，给个痛快！你既然知道今日要死，为何还要这样做？我经历9世轮回，就差如今这一世就能回到原本的世界。这样的鬼话，你肯定不会相信的，对吧？想杀我的人海了去，不差你一个。什么毛病？杀个人还要一大堆理由，老子惯着你了。你这样的人，给你一个痛快，太便宜你了。我先杀了那个秃驴，再杀那个武将，把他们的头带到你面前，再杀你。跟他们有什么关系？外界传言狗关系好糜烂，爱清秀和尚，爱粗犷武将，夜夜3人共聚一室。他妈的，是谁传的谣言？是可杀不可辱，老子没有龙阳之好。你没有龙阳之好，为何这么紧张他2人的生死？哼！长得很好看嘛。谢谢，但你还是得死，请上路。你他妈是不是有病？夏公子，粮来了，粮来了！贫僧终于熬出头了。这群粮商全都把粮运到渝州城了。夏公子，您找什么呢？我给你找找。你说你个秃驴，怎么偏偏这个时候闯进来，坏了我的好事？我坏了你的好事？卧槽，枪啊！夏公子，你竟然喜欢在书房苟且，是在书桌上吗？还是在椅子上？难不成在地上？滚滚滚！吴红亲眼看见丁和苏曹4家把粮食运到了。没错，今夜4大粮商的粮食都已经运抵渝州城，现在粮食已经涨到了夏公子你所期望的200文一斗。吴将军让我来问，这粮要不要进渝州？不急，让子弹飞一会。4大粮商是鱼饵，鱼饵是到位了，鱼还没上钩。鱼不是4大粮商吗？你觉得这天下谁最有钱？当然是天下第一首富。传言说他有一座黄金屋。不对，那就是镇北王，他率兵镇守北方，在前朝就总揽北境财政，北境财政一体，又得女帝的默许保留爵位。也不对，那就是皇帝，这回总没错了吧？是天下万民。他这话从何说起啊？你只看到一个人可以执掌的财富，但是你却没有看到天下万民何其之多。聚沙成塔，积水成渊，天下万民加起来，难道还比不过一人之富吗？我明白了，你用4大粮商做调啊，是想引得渝州城内其他大大小小的粮商也都运粮到渝州城。不止渝州，还有外地的粮商。听闻渝州地界遭灾，粮价更是水涨船高，也会毫不犹豫的往灾地运粮。这有一个专业名词，叫做撬杠杆。夏公子，你可太坏了！你做局让他们给你打白工，等粮食都到位了，立马入场，用手里有的赈灾粮压低粮价。渝州城内有了大量的粮食，而且还是平价粮食。这灾情自然就缓解了，甚至可能会更加低廉。有多低？比无灾之年的粮价水平还要低，甚至可以说是贱卖。但他们还不得不卖，原路运送回去，那将会是又一笔巨额花费。夏公子，还好你是来赈灾的，若是你真做贪官，只怕天下苍生都要遭大殃了。你这是拐着弯骂我坏呢？我现在心情很不好，给你一个建议，在我还没有发火之前消失。你还想在这张椅子上等一群要你命的刺客吗？你还想在这等一群要你命的刺客吗？还好你没走，那续上咱们还没有完成的事业吧。你这样看着我干什么？你不是来杀我的吗？你快动手啊！你不会全都听见了吧？我向你致歉，只差几厘就错失杀了你。我的剑不应该指着一个好人，我欠你一个人情。别了，你还是杀了我吧。我真不是什么好人，凌迟我也能接受，一片一片的切下来，喂给我吃也行啊。魏凝霜隐匿身形时，虾仁与小和尚的对话早已被他听得清清楚楚，此时自不会继续动手。虾仁也自知是不可为了。刚才你为什么要躲？来的只是一个和尚而已，你完全可以杀了我，然后全身而退。
我感受到了一股很强大的气息，是小和尚？不确定有多强？如滚滚洪流忽然袭来。贼秃驴，我从未见过他有任何不凡之处。我没说是和尚，我不确定。如何能确定？绝顶高手非常敏锐，一切反应都是刻在骨髓里的，出手试探，一探便知。那你快走吧。此剑是我的佩剑，今日交于虾大人作为赔礼。他日虾大人可凭此剑要求我做一件事。不需要。这妖和尚难道是个扫地僧？外面运粮队如火如荼，虾人却添了个毛病，总喜欢盯着小和尚脑瓜看。哎呦，是谁啊？这么没有公德心！谁呀？连和尚都砸，和尚我咒他祖宗8倍啊！哎呀，你一个和尚怎么张嘴就是污言秽语？有没有点素质？不要犯了嗔怒戒律！嗔怒个屁！别让和尚抓住他，不然非得给他一顿削。一定是夏公子你做了太多荒唐事，被百姓扔石头，殃及了和尚我。虾大人，渝州城4大粮商的存粮皆已运抵，可为何迟迟不见虾大人的赈灾粮有动作？原来知州大人还是不信虾某人啊！不，虾大人何出此言？只是一句劝说而已。虾大人过度解读本官的意思了。既然知州大人希望虾某人入场，那就入场吧。如此甚好，有虾大人坐镇渝州城，渝州城大大小小的粮商们也有一颗定心丸了。大大小小？不错，渝州城如今已有超过半数的粮商运来了粮食，3成孝敬已经送到我处，今夜后便一个子儿都不少的送到虾大人囊中。虾人和狗之州俩人共占7成，狗之州直接一人要了4成，看这样子，似乎理所应当如此。大人，好事不宜迟，那可是大把白花花的银子呢。好吧，希望如知州大人所愿，今夜之后会有大把的银子流入我的口袋。和尚，速去通知吴将军。好嘞，夏公子。老爷，不好了，出大事了，粮行出大事了，粮价跌了。什么？定死了的价格怎么会跌？小的也不知道啊，渝州城突然出现了一大批粮食，价格定得极低，百姓们都去买低价粮了，没人从我们手里头买粮。什么时候的事？昨天的事，你今日才向我禀报，你脑袋不想要了是吧？老爷，最初粮号的掌柜们以为是谁大发慈悲而已，粮食肯定经不住百姓们的强买，但没想到。备撤，我要去知州府，不管这件事是谁在幕后操作，如今已然是闹大了。人到齐了啊！虾大人，你得给我们一个解释。郭知州很着急吗？虾大人，你如今可只身一人在知州府内，我给诸位准备了一张纸条，都且看看吧。虾大人，这是什么意思？哈哈，你们还真是会揣着明白装糊涂。既然如此，我不妨把话说明白了。我虾人要以这个价格收购你们手里的粮食。虾大人，难不成你又犯了疯令？疯？那我就疯一把。低价粮就是我卖的，而且我还会卖得更低。虾大人，200文1斗的价格可是你定的？没错，成本价收购也是我定的。我现在是在通知你们，不是在与你们商量。虾大人，你到底图什么？我不这么定，你们怎么会替我把粮食运到渝州城？虾大人，你若要执意如此，我们也不是好欺负的，大不了一了百了。你收受贿赂的事，罪过可不小。随便。如此欺人，真当我们是泥捏的吗？即便是钦差大臣，也没办法强买强卖吧？我们就不卖，你能把我们怎么样？丁家家主丁志豪，虾大人还有何指教？你们当然可以不卖，那就烂在手里吧。我的粮食足够卖很久，或许4大粮商可以承受住如此巨大的损失，但其余人啊……虾人的话让在场众人彻底冷静下来。虾人说的对，为了这虚无缥缈的200文巨大暴利，他们已经倾尽家财。虾大人，你如此费尽心思，只为了我们手里的粮，但是你还是算错了一件事。我算错了哪件事？粮食仍在我们的手里，我们即便在渝州城卖不出去，那就运走，去别处卖，总比在虾大人这里做待宰的牛羊要好得多。有件事我忘记告知各位了，渝州地界遭灾严重，城外已经出现流寇。这群流寇规模不大，扣手戴9筒头套，江湖人称张麻子，训练有素，专门劫掠运送粮食的商队。因为规模不大，所以只杀人不抢粮，粮食留在原地，给灾民哄抢。你让手底下的几千兵马去做流寇？污蔑！他们不是我手底下的兵，不受我的管制。虾人，你以为自己能全身而退吗？你到我渝州地界第1日便索贿，索要钱财，花费民力何其之多。本官参你一个祸乱朝纲，欺压百姓毫不为过。郭知州，你拿的也不少，虾人的头可以被砍，你的头能被砍吗？哈哈，
一介大胆刁民，佯装钦差，把本官与诸位豪绅耍得团团转，祸乱渝州一界，或使上万百姓饿死，这就是罪。该死！若是朝廷追究下来，该怎么办？那就一口咬死。虾仁仗着皇权胡作非为，他还擅自调动军队，意图谋反。少他妈废话，你还杀不杀？杀了他！住手！圣旨在此，动手即是谋逆，还不速速跪下！和尚，你特么属宋江的事吗？虾公子，我来的还及时吧？虾公子，你打我干嘛？你特么怎么回来了？虾公子，吴将军说过他会先你而死，你若是就此死了，岂不是要辜负他了？更是浪费了你大好人生啊！末将来迟，让虾大人受惊了。大人，接下来应该怎么办？你觉得该怎么办？渝州知州身为父母官，欺压百姓，官商勾结，意图谋害钦差上官，人赃并获，一语抄家，将罪人押往京师，待陛下发落。那你还问我？这等大事，当然要虾大人亲自下令。滚！虾大人已经在门口不吃不喝坐了1日了，真的没事吗？这就是吴将军你不懂的地方了。像是虾公子这样的高人，往往都会感觉到非常的寂寞。可你又不是高人，你怎么会知道虾大人寂寞？可我会共情啦。可是虾大人就这样一直坐着，也不是个事儿啊。起来了，起来了，虾公子要作诗了。你凭什么这样肯定？诗人都是这样，喜欢仰望夜空，然后抒发感情。快快认真听了，记住虾公子的大作，以后能卖钱的。快记下。疼死我了！还记吗？记个屁！虾仁用原本紧巴巴的阵营，换取了极为宽裕的赈粮，以州府为中心，下辖各县县令到州府领取赈灾粮，灾情已减，虾仁该回京述职了。这次赈灾唯一的遗憾就是刺客不太给力。这车是新车，吴将军特地在渝州城让人找工匠打造了一辆新的，比上一架要舒服。那旧车您看怎么处理？一并让人驾回京城吗？废话，旧车当然是放到瓜子二手。旧车给我砸了，我又没接广告。听见没？砸了。还有，拿点瓜子来，虾公子想吃瓜子。谁砸我？谁那么没有公德心，乱扔石头？好了好了，说不定是谁家小孩呢？多大的人了，别跟小孩计较了。要真让我抓住他，非得叫他知道花儿为什么那么红。你现在在别人眼里可是高僧呢，注意形象。哼，我得道高僧，不跟宵小计较。干什么啊？这破车狗驾的都比你好，不行换我来。虾公子，您出来看看吧。参见虾大人，我等叩谢虾大人救命之恩。嘿嘿，吴将军，你看，我就说虾公子不是个无情的人，他也欢喜自己的功绩和百姓的爱戴嘛。虾大人真乃世人杰也，银帅也获得过万民伞。我突然想到了一件事而已。什么事？我不会功高盖主，然后被杀掉吧？虾公子又犯病了。次日，有传令兵先行赶回京城，禀报虾仁即将抵达京师，宣旨太监硬生生在城门等了2个时辰，不得已只能求助殷秋柏。殷将军，宫里还在等着奴婢几个回去述职，这已经这个时辰了，再不回去，怕是要被怪罪。若是虾大人回京了，还请将军转告虾大人，请他到宫中向陛下述职。虾大人应该是路上有事耽搁了，你们回去之后，该说的说，不该说的。奴婢明白，绝不会胡说。奴婢告退。老黄，不会出什么事吧？小姐放心，1个时辰前，老奴就派了弟兄去查探了，他身手利索，若是有危急情况，他早该回来。小姐，虾公子可是遇着什么事了？回禀小姐，这倒没有。虾公子在半路上停下，在河边钓鱼。钓鱼？小的劝了好久，即便说有圣旨在城门口等着宣读，虾公子仍一动不动，看着诡异的很。吴洪大哥说什么？虾大人的疯病可能又犯了。之前在渝州，虾大人劫后余生时，也如这般一动不动，生生坐了1天。那就好。小姐，这可不好，耽误了时辰，陛下那边只怕说不过去。虾公子在京书地太多，只怕会有不少弹劾的奏本。先回府吧。虾公子，咱们回到京城了。你要走了？是啊，虾公子，小僧就此拜别了。多谢虾公子带小僧见识一路惊心动魄的风景。你这和尚倒是特别的狠，旁人有你这等境遇，一定紧贴着虾大人不走，生怕失了这份富贵造化。你倒是没有一点不舍。说实话，小僧只是觉得跟着虾公子实在太危险了啊！还能有渝州城危险？京师毕竟是京师，不比渝州。渝州城再如何凶险，最大的还是虾公子。京师比虾公子大的可不少。那你要到哪里去？
哪里都能去，身上有钱，去哪都不怕。你哪来的钱呢？禹州城那些豪绅给的，夏公子允许我拿着了。实在不行，吴将军可以上朝去参夏公子。哎呀，滚蛋！我有拿毛病吗？夏公子，这京城水浅王八多，还望多加保重。快走快走！夏公子，吴将军珍重。和尚，某还不知你的法号和俗名呢，还是不要认识的好。夏公子与吴将军位高权重，我这小和尚跟你们扯上点关系，在别人看来是破天富贵，在我看来实在无福消受。谁啊，这么没有公德心，就可着出家人欺负？快走快走！怎么感觉这牌匾好新？能不新吗？这明摆着是刚换上去的。夏公子，您习过武吗？我在禹州城遭遇过一次刺杀。什么时候的事？我怎么不知道？虾人摆摆手，将当晚的事情给吴红一字不落的说了一遍。所以虾大人一路上怀疑和尚就是那个高手。你觉得和尚是高手吗？不是，真的一点都不像。不像。为什么？我被习武人，在虾公子与小和尚这个年纪，应是固本培元最好的时机。但这和尚是个淫邪的妖和尚，他破戒起来一点不在乎金元的泄露，这可是大忌。夏公子，你可算回来了，小姐挂念你许久了，请进吧。老黄，你走路怎么没有声音的？虾大人，这才是高手，这一路上和尚冤啊！吴将军客气了，老奴不过是白府一介仆从而已，怎么敢当吴将军这声夸赞？老黄，可还记得那个小和尚？记得，他怎么了？他是高手吗？哦，差点忘了，夏公子是有疯病的。不是，他就是一个被酒色掏空了身子的妖和尚罢了，生的一副好皮囊，不好好诵经礼佛，却靠这皮囊沉沦享乐。那看来我真的错怪了他，这算是带给你家小姐的礼物。夏公子在回来的路上向一个渔翁买的。你们在城外钓了一个时辰的鱼，一条都没钓到。夏公子钓鱼技巧不好，也没有耐心。瑶池剑仙的剑，乖乖，夏大人被剑仙刺杀，竟然还能活着，真是不得了。错不了，确实是剑仙的剑。难道是我眼拙？夏大人其实也是一位绝顶高手，非但防住了刺杀，还夺了剑仙的剑。剑仙为何要杀夏公子？禹州与京城相隔甚远，消息自然没有传得那么快。吴红将此行种种给老黄说了一遍。夏公子这行为当真是天怒人怨了。若是我的话，我也忍不住想杀了这样的狗官。罢了，没死就成。夏公子，你该换上朝服，前往皇宫觐见陛下。万民伞好不好看？夏公子，我知道你此行劳累，但这是君臣礼数。万民伞好不好看？换了是别人，只怕连家都不敢回，直接就往皇宫去了，生怕去晚了，次日就被人参上一本。万民伞好不好看？夏公子，你怎么不着急呢？我给你带了礼物，你就这样赶我走啊？好吧，你可以先歇息，但今日一定要进宫述职。我不是已经将述职报告呈递上去了吗？这是礼数，也是臣子应尽的本分，任何人都不可僭越。话说，怎么好像府里的人少了很多？他们都去哪了？我派他们外出了。将军府内多是当年戎马生涯中的部下，如今军校出办，教学内容还没有确定下来。如果不出意外的话，这批人就是军校的第一批教。小娟姐，夏公子走的方向不是皇城方向吧？确实不是，那是去凤鸣湖的方向。有没有可能夏公子穿着官服去逛青楼了？怎么不可能？他可是疯的。小姐不让咱们这么说，有没有可能是因为夏公子得了一辆新车，欢喜之下想多赚几圈？废什么话，去禀告小姐。拿了。我靠，我乃无。夏人人呢？夏大人可能又犯病了，他在殿外的石阶缝里找蚂蚁。朕让禁军去凤鸣楼捉他，而不是让锦绣司去，知道为什么吗？陛下是想敲打一下夏大人，但夏大人恰好这时候犯了疯病。若此人真是装疯的，能装到这个地步，那他的城府可谓极深。让他进来吧。呸！傻狗！哎呦，我操！传监察御史夏人，我还能是谁？你总不能忘了自己叫什么名字吧？过来，研墨。不会。真不愧是读书人啊，研墨都不会，你不是寒门学子吗？做了官以后更娇气了。人是娇气了，但干的事可不娇气。你知道你赴任渝州赈灾，多少奏折弹劾你的吗？他们弹劾我什么？罪名有大有小，说你罔顾灾民性命，说你贪赃枉法，说你有失官仪，还有人说你此次赈灾刚到地方，就有成千上万的百姓因你而饿死。哦，朕没有在朝堂上细数此事，就是给你解释的机会。宫门外有一顶万民伞，那就是最好的解释。直视龙颜是要治罪的，最大嘛？
则10丈。陛下不能打功臣吧？一律你该第一时间进宫禀报，为何朕的禁军会在凤鸣楼中将你拿住？舟车劳顿，很累，我想放松放松。退下吧。这对吗？这不对吧？这实在怪不得殷云兰，因为虾仁的回答太像傻子了。身为女帝的殷云兰自然会有疑心，仔细思忖下，穿着官服逛风月之地，这不是个正常人能干得出来的事。这不对吧？陛下不治我的罪吗？哎呦，夏大人，您可快走吧！你已经在鬼门关走了好几遭了，还不知道吗？胡说！鬼门关我走过9趟，根本不长这样。哎，不是，公公，你说我都这么嚣张了，皇帝不杀我，是不是看上我的身子了？哎呀！快送走，把耳朵给咱堵住！这傻子，夏大人说什么你们都不要理会。白姑娘，你家族里应该有人在朝中为官吧？虾公子，这是什么？一封弹劾奏书。弹劾谁的？我的。你到底在骄傲个什么？虾公子又犯疯病了，请虾公子回去休息。我没病啊！我跟你说，这一次绝对能给白小姐你带来无上功绩，满朝文武一人之功。虾公子回来后在做什么事情？听伺候虾公子的奴婢说，好像是在写什么改道为桑之类的，奴婢也不是很懂。第2日早朝，虾仁丢下一封在江南改道为桑的国策，也不管满朝文武是何反应，不知是否要报第1次的空军之仇，便跑至湖边，安安静静地做起了一个钓鱼佬。先生，您都躲到这来了，还是不得清静？这些学子也真是没完没了。看这面生，老夫似乎没有见过他，是老夫的学生。先生的学生那么多，怎么可能全都记住？吕谦也没有多想，正如书童所言，他是闻名天下的书法大家，更是镜湖书院的主事先生。西夏求学的学子何其之多，不出彩的弟子自然不会有什么印象。大了，他能打听到这儿，正说明他好学。虽说老夫今日休沐，但既然他有求学之心，他有什么要问的，老夫今日就给他好好解答一番就是了。先生仁厚，真是便宜了这等无礼的家伙了。好了，你去唤他过来吧。嚯！老黄还真没有骗人，这的鱼就是肥。跪！虾仁斜眼抬头看他颐指气使的样子，又看了看远处的老叟，顿时恍然大悟。差生文具多啊，就是钓不上鱼，看来不是什么人都有钓得啊。算了，看这老头可怜，这钓点就让他吧。在虾仁眼里，世人公认的书法大家文坛大儒，就这样成了一个可怜的空军钓鱼佬。喂，吕老先生，让你过去。欺人太甚了，老子刚上钩的鱼被你吓跑了，这么大的虎全是你家的啊！老子今天就在这钓了，有种你把我打死！无礼！你这家伙敢对我这样说话？难道你这蠢货不知道吕老先生是谁吗？滚！你好大的胆子，给我等着！还治不了你了。先生，这狂徒毫无礼数，一点没把您放在眼里啊！奴婢说了您的名讳，都起不到半点作用，他还要拿石头砸死奴婢。要是奴婢跑得慢点，就没法回来服侍你了。安静，鱼儿都被你吓跑了。都怪那厮搅了先生钓鱼的雅兴。直到看见虾仁一连钓上4尾肥鱼，吕谦不由泛起了嘀咕：真是怪了，这圣水湖里鱼儿嘴刁得很，竟然能被这少年一连钓上4条，难不成是人的问题？这位当世大儒可能还不知道21世纪有个名词叫新手保护期。夏公子，小姐换人来寻你了，咱们回府吧。正好，我有件事得跟你们家小姐商量一下。起立，收竿，完事还不忘耀武扬威的把4条肥鱼拿给老黄看。真是你钓的，不能是你捞的吧？哎呀，你这是什么话？不说我有没有这个技术？这秋日寒天冻地的，我怎么敢下水？请问这位小友用的什么？放肆！吕老先生当前还敢这么无礼？你家长辈没有教过你礼数吗？吕老先生，不说我的家教，吕老先生教的也不怎么好啊。足下见笑，我这书童缺乏管教，是我的过错，还望恕罪。多谢小友赠礼。先生，这家伙还不如一个下人之礼数。比上不比下，你跟在老夫身边许久，也不见得你礼数有加，倒是颇为跋扈。先生，奴婢该死，奴婢该死。回书院后，自己去前庭扫地。先生，您不要奴婢了吗？你不想扫地，奴婢还想跟在先生身边学习。不想扫地就离开书院，跟在老夫身边尚且学不会礼数，更遑论书院其他先生。虾公子，你回来了？怎么了？有什么烦心事吗？你的奏书已经呈递到宫中了，但陛下并无反应，看来陛下主意已定，江南百姓要遭殃了。虾公子似乎一点都不意外。这种事一定要有人去做，既然是变革，势必会有牺牲。白小姐，你们白家是镇国将军的人，我有个疑问，可否替我解答一下？虽然虾仁还不知道殷秋白的真实身份，但根据前因种种，还是做了些猜测。殷秋白倒也没进行反驳。
虾公子请说。传闻中，女帝的逆鳞是他的亲妹妹，大殷皇朝的镇国大将军。这个消息可否属实啊？属实。为何虾公子会对这种传言感兴趣？还记得之前我出发曾弹劾过镇国大将军吗？记得。怎么不记得？他遭了无妄之灾了，被降一级，还被罚俸半年。真难评啊！古往今来是个人就有不能侵犯的禁地，反而女帝冷静的不像个人。我如此放肆，以下犯上，她都不杀我，简直匪夷所思。或许女帝是礼贤下士。不可能，皇帝之所以是皇帝，就是要凌驾万民之上，否则权威就会受到挑衅，而皇权最不容挑战。除非女帝对我一见钟情。你别不信啊！排除了所有不可能的，最后剩下的可能性，即便再怎么荒谬，也一定就是真相。好了，虾公子，不要再妄议悱恻陛下了。好吧，那就说另一件事，我想要购置一处宅院，不用太大，能住人就行。下人们伺候虾公子可有差错？误会，白府招待我很用心，并没有不好的。之前我忽然想到白府与镇国大将军之间的联系，我此前又弹劾过镇国大将军，想必白府承受了很多压力吧？并没有什么压力，殷将军也很欣赏你呢。哎呀，他们姓殷的怎么一个两个都那么变态？我都这样了，还欣赏我呢？虾公子还是留下吧。殷将军欣赏你是情有可原的，你写的那一份军校规制，深得陛下与殷将军之心。那么欣赏我，为什么到现在没看到赏赐？宫里当真如此沉得住气，一点消息都没有传出来。文公旦府上，一群文臣聚集在此，都是为了一件事而来，那就是关于江南地区改道为桑的国策是否能够落实。在听到虾人提出的这个国策之后，敏锐地嗅到了其中蕴含的巨大油水。毕竟谁都想做吃肉的人，而非等着别人分点伤水水。一个个的都是两朝老臣了，怎么急成这个样？这才几日，相府既然没有消息，我们便安心等着。你们若实在等不及了，那就直接去相府当面问柴相吧。文大人，您别上火，是下官们着急冒犯了，但我们也是真心为大殷朝着想啊。此国策利国利民，当然要尽快推行，早一日落实，便能早一日填不上国库的亏空，不是？行了，都回家去吧，耐心等着旨意。什么旨意？如果陛下真的想要启用柴相的奏书，明日一定会召集我等朝会议一议，我们只要静静等候就是了。文老英明，若非文老，我等还不解其意呢。启禀老爷，放肆！我不是说过，我与众大人在议事，任何人不得打扰吗？老爷，门外有一个少年郎，自称是侍御史，想要求见老爷。小的见他如此年轻，就是6品，还以为是老爷的门生弟子。小的这就去赶他走。慢着，诸位回避一下吧。文公要见这个庶子，此子骄纵，形同蛮夷，也配见文公您。此子确实是条野狗，但若是能收作家犬，也未尝不能见他一见。虾公子来这里干什么？这可是文臣的府邸。我也是文臣啊，文臣拜访文臣有什么问题吗？虾公子不一样，虾公子是小姐所器重的人，但那些文臣不一样，他们明明什么功劳都没有，却总是高高在上。自古文武不两立，这是很正常的事。虾公子来这里干什么？这话是你想问，还是你家小姐想问？我家小姐想问。你就这样把你家小姐卖了啊？小姐说了，不要跟虾公子耍心眼，俺是玩不过虾公子的。虾公子，要不咱们走吧？看架势，这里头的老爷是不打算见你了。不，他肯定会见我的。虾公子为什么这么笃定？我这种没有靠山的年轻人进入朝堂，一定会吸引各方党派的注意。但我表现满身是刺，见谁都咬，所以一直保持着无主的状态。说难听点，我就是一条野狗。但如果有野心的人，就会想把野狗收成家犬，然后放出去咬人。虾公子真是非同凡响，狠起来连自己都骂呀！哎，你的关注点能不能再奇葩一点？小的见过虾大人，我家老爷请虾大人进去。我得跟你一起进去。待在这里，我只进去2刻钟。下官虾人拜见文尚书。虾大人如今可谓是风头正盛，一时意气风发呀，怎么有空来老夫府上？哼！虾大人耍官威耍到老夫府上了。文尚书何必这样咄咄逼人啊？大家都是一个阵营，同属文官集团。虾大人慎言，朝堂是陛下的朝堂，没有谁与谁的阵营，更无党派之争。哈哈，大家都是陈年的狐狸，何必玩什么聊斋呢？素闻虾大人罹患疯病，看来传言是真的，我得请虾大人离开了。当今陛下强势登基，手下有武将勋贵集团做依仗，以此文武对立，互相制衡。文官集团不想掣肘皇帝吗？真是好一匹练马，怕是难以为我所用了。说的容易，道理谁都懂，但该如何做？
文官集团绝不愿意看到武将集团做大，那就应该对付他们，砍掉他们的左右手，让他们挥不动刀，提不动剑，如此文官集团就能崛起。自此，天下演武修文。文尚书，陛下的逆鳞是什么？当然是郑国大将军。错了，殷云兰是女帝，她的逆鳞当然是江山社稷。如果她最亲爱的武将们做了国之蛀虫，侵吞国库，你说，如果是你，你砍不砍？但问题是要怎么让忠肝义胆的国之柱石侵吞国库，圈地自焚？我已经想好了，知道什么叫做空印案吗？空印案未曾听说。听我细细道来，你就知道今天放我进来见你，是一个无比正确的决定。请我喝的这一杯茶，请得值了。还有石溪。虾公子，咱们现在去哪？去圣水湖，我今天非钓上一条鱼不可。虾公子，咱们到凤鸣湖了，这肯定也有鱼，反正都是钓，何必跑去城外那么远的地方？不行，这的鱼跟圣水湖的鱼不一样。都是鱼，哪不一样呢？圣水湖的鱼清高。虾仁除了第一日收获4尾肥鱼外，已经连续空军3、4日了，现在不免和圣水湖的鱼杠上了。虎子，停，快停车！虾公子息怒，虾公子息怒啊！这么大个石头会砸死人的啊！俺虽然不知道这里啥人能跟你有这么大的仇，但闹事去杀人可是大罪啊！夏公子，咱们实在太有缘了。您身上带钱了吗？凤鸣楼的花魁丹彩姑娘身价跌下来了，你能不能请我去快活一碗？你这贼和尚，这么快就把钱花光了？世事难料，世事难料啊！难料个屁！你就是管不住自己的那话玩意儿，侠妓都能败光几千两银子啊！喂，夏公子，你这话说的就不好听了。贫僧是为了和他们探讨佛法。你这和尚分明是个淫贼，却还要脸面了？什么佛法？观音座。夏公子，你着相了，我只是在探寻人最美好的本质。既然都是侠妓，何必要来凤鸣楼？你直接去下店淫窑不是更好，还便宜？脱去皮囊不过206股，穿上衣裳便有18000项。牛逼！夏公子有钱吗？算和尚借你的，我是真想见识见识丹彩姑娘有几种相。你刚才说丹彩儿，她怎么了？你特么生带落家里了，这事儿用得着小声嘀咕吗？满大街除了我，谁不知道？哈哈，说的也是。传说丹彩儿已经不是处子之身了，据说是一个外出公干回来的朝臣，回京第一日不进宫述职，穿着官服第一脚就踏进了凤鸣楼的门槛，非但是招来了丹彩儿一个，还招了另一个清官儿。真是厉害，一日连育2女，身子骨厉害啊，名声程度简直令闻者发指。这位回京的高官不配拥有姓名。夏公子也是最近才回到京城，你进宫述职的时候有没有听说过什么风声？那个一日育女2人的高官，莫非是你？夏公子，你不打算澄清一下吗？和尚，既然没有做过，就不要陷入他人给你设好的自证陷阱里去。没做过就是没做过，谣言止于智者。可是智者又不是大白菜，哪能到处都有？这年景大白菜也不是到处都有，那是富庶人家才吃得起的好玩意儿，野菜才是到处都有。重点是这个嘛？重点是，既然是人都是蠢逼，那你就更没有必要跟他们讲道理了。蠢逼只会相信自己愿意相信的。没错，我说的就是你们。坏种说什么你们就信什么，天天只知道被人牵着鼻子走，所谓圣贤书都读到狗肚子里去了。我虾仁在这里食名草。一番包含了5000年精华的国粹输出，直接把众人骂得找不着北。不少人悻悻丢下一句有辱斯文七煞，我也就落荒而逃了。夏公子，你真的没有育2女吗？呵呵，我现在无心此事。若是我玩起来，在渝州城的时候，我玩的比你还花。那你更该澄清了，不为你自己，也该为丹彩姑娘呀。人家因为你坏了名声，这辈子就毁了，现在已经不敢出门了。你说的有道理，我明白了。脑袋上的伤去看看大夫，不要再拿去侠妓了。你是佛门弟子，要守戒律清规。走，虎子，回家，我要写奏书禀明女帝，以肃民风。不是，你明白什么了？殷云兰，我透。快来帮忙摁住他，他要骂脏话了。陛下，夏大人在皇城外求见，有奏书谏言，送到御书房就是，何必来朕面前禀报？等等，他是不是闹事了？陛下，要不奴婢还是去把他打发走吧。看情形，夏大人是有些疯病发作了。他说了什么？好一个忠臣御史啊！既然他想见朕，那就带他来。朕倒是想看看
在皇城门口烧万民伞，以此握明天子的臣子究竟是个怎么样的忠臣？让他说话。士可杀不可辱，昏君掌嘴。慢，臣说错了，陛下乃是千古一帝、万世难遇的明君。虾仁，你初入朝堂，什么好的都没学到，没皮没脸的本事倒是见长。陛下，我也没犯多大罪，你让人把我松开行吗？你这样对待一个御史言官，传出去对您明君的名声不利呀。现在替朕的名声着想了，你在宫门之外扬言要烧万民伞，以正自己的忠义亲民，却全然不顾朕，这件事你打算怎么向朕交代？那就请陛下速速杀我。虾大人乃是御史，有承经朝堂、整肃朝风之职责。只要虾御史认个错，定能成就一番君臣美名。放肆！陛下，宦官干政，该杀！哎呀，咱家服了这个老六，还真是条养不熟的白眼狼啊！既然虾仁不肯认错，那就拖下去，打30军棍，打到他认错为止。不是不杀吗？就在这打。士可杀不可辱啊！陛下，臣错了。朕也罚了，先打，打完再说你错不错的事儿。你不讲信用！快传太医！张太医，您在数什么？在数正常人的鼻息。陛下放心，虾大人没死，只是吓晕了。虾大人真是不惊吓，这就吓晕了，到底还是年轻没见过世面啊！非也非也，虾大人是自己晕的，只要经历过刻意训练，就能造成达到假死的程度。脉搏、心跳暂停，但实际上呼吸依旧存在。正常人弹指一吸，假死者比常人慢3倍，而且呼吸更弱。弄醒他！你是言官，你回京第1日就涉足勾栏的事，朕也不与你计较了，回去吧。陛下，臣奉命去渝州赈灾解困，只用了半个月，匆忙归来，只为报喜。按理说，陛下应该赏赐功臣，但是臣现在还没看到赏赐。这升你6品官，直任侍御史，不是赏赐，还是说你根本没把朕的赏赐放在眼里？这不是进献国策的赏赐吗？赈灾的赏赐难道不给了吗？陛下太小气，这样是不会得民心的。那你说，你还想要什么赏赐？京城之外有一湖名叫圣水湖，臣要那片湖。一片湖而已，能让你翻起什么风浪？赏你就是。谢陛下，今日您赏赐臣1片湖，他日臣回赠您1份大礼。嘿嘿。这鱼，你知道老夫做了多久才钓上来吗？你究竟想干什么？私人湖泊禁止钓鱼，罚银10两，不然敲折了你个空军老的肝。老夫在此钓鱼不知多少时日了，分明是无主的湖泊，怎么你一张嘴就成你的了？你惨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你竟然说这湖泊是无主之物，你眼里没有陛下？老夫绝没有这个意思，你这家伙怎么能断章取义？就在昨日，陛下已经将圣水湖作为恩赏赐予我了。10两银子太贵，是不是有些离谱？不行，没有讲价的余地，不然我再怎么不好意思，你的鱼竿我还是要折了。虎子，回家，今日的鱼货有了。店家，碎肉面多加肉。缘分。你瞧，他果然是个高手。店家，1碗碎肉面。店家，2碗碎肉面。萧大人，好久不见。和尚，你去强迫人良家妇女，被制裁了啊！污蔑啊！难道我冤枉你了？前2天我遇到了个人，那是贫僧出家之前村里的青梅竹马，时隔10几年，我们是百感交集，恰好那时候又下了点雨。前2天京城下雨了吗？我在京城，我怎么不知道？京城那么大，有可能东边晴了，西边就下雨了呢。所以呢，下雨了，你带着他找了一家客栈。夏公子，你起卦真准。本来他与我两小无猜，青梅竹马，但奈何我身负佛缘，没2年就离开红尘，出家去了。他家里则给他说了一门亲事，但嫁过去才知道，他男人吃喝嫖赌，无恶不作，根本不是良人。然后呢？我就把口袋里所有的钱都给了他，然后他开始上手脱我的裤子，我当然是死不从了。接着我就开始挣扎，越挣扎他哭得越凶，他还说我嫌他脏，我当然没有这个意思。但我乃佛门中人，此前渝州只是为了普度众生，如今回到京城，只决心弘扬佛法。你接着说，我在听。就在战局进行到最激烈的时刻，捕快破门进来了，要不是我跑得快，此刻应该在监牢里。操，这群没有爱的捕快，不分青红皂白就要抓人，难道相爱的2个人说不出对方的名字也是罪吗？
客官，您的碎肉面。你怎么来京城了？听说风闻天下的第一剑就在京城，我来找他比一场。在京城打架斗殴可是违法乱纪哦！你要是被抓了，千万不要提我的名字。江湖人择日选地比武，只要不伤及无辜，是被朝廷允许的。这位姑娘是？她呀，是一个不称职的刺客。若是真如虾大人所说，有那么多称职的刺客，为何虾大人还能活到与我相遇的这个时刻？不行。谁不行了？和尚我行动。吃面，这是京城里滋味最好的碎肉面。虾公子，您还有钱吗？小僧把口袋里的钱都给青梅竹马了。你看这面。要是今天没有遇到我，你是不是打算吃霸王餐了？无非就是让店家打一顿撒气，我赚了饱腹，他解了气。但是今夜到底还是中秋，小僧也想去凤鸣院听一听靡靡之音。许是小僧的愿望被佛祖听到了，所以佛祖让小僧遇见了虾公子。发生什么事了？是战马大败李家集的军报，边关起战事了。今夜中秋，正有宫宴。是啊，虾公子你好歹是6品朝臣，你怎么没去参加宫宴呢？大概是大好的日子，女帝不想看到我这张脸，以免我扫了她的雅兴。但虾公子，你也该学会圆滑一点了。要是你能说点好听的话，哪怕是把难听的话说的不那么难听，今晚的宫宴定有你一席。你呀，就是太气盛了。不气盛那还叫御史吗？小娟姐，圣水湖的水就是好，你看这鱼养得白白胖胖的。老黄，你看这鱼肥不肥？这蠢鱼是倒了多大的霉啊，落到了虾公子的手里。虾公子，你再拎着它吹风，它就臭了。给我吧，我送去厨房。另外，小姐，请您过去。做成红烧的，用辛辣物烹饪，这样能去腥味。就厨子的火爆脾气，听到有你教他做菜，怕是要把锅掀了。白小姐，怎么你好像一直都是忧心忡忡的样子？我多忧虑一些，便能有人少忧虑一些，也许百姓能多安稳一段时日。如果你的忧虑非但没有用，反而还会帮到忙呢。哈哈，说笑的了，不要在意。虾公子，自你献国策于陛下之后，似乎整个朝堂都安静下来了。京城里曾经暗流涌动，此刻也好像偃旗息鼓，这种变化让人始料未及。一个改道为桑，让陛下看到了削弱文官集团、铲除地方势力的希望，也让文官集团有了捞钱的胆子。现在大家都有事情可做，那自然就没有什么心思乱搞事了。那虾公子呢？我不过区御史台的言官，我有什么事情做？好了，改道为桑这件事是一件长远的事，你要等待时间，给予它发酵的余地，这可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发生和结束的。那要多久？可能明年开春。白家如果同情江南一带的百姓，就做好在节后入场江南的准备吧，那样会赚足名声，也会赚足了钱。他们等不到开春了。虾公子，今早有密信到京，江南已经出事了。啊？发生什么事了？虾公子前些日子去拜访过文公旦，我只是想问问虾公子，真的没有别的动作了吗？各地军费上报户部核查的日子就在这2日，但自从虾公子去拜访过文公旦后，户部对今年的报表格外严苛，这是虾公子的手笔吗？白小姐，你确定你的大腿是朝中的镇国大将军对吧？是。那你大可放心，白家绝不会有事。为什么？户部要求严格，只是为了保障国家利益不会受损，因为谁也无法保证这些细微的差别是否成为了某些官吏贪污腐坏的手段。如果不逐微末，国家会被一点点蚕食殆尽。你没骗我？怎么会呢？那就好。你不问问我，江南出了什么事？江南出了什么事？孟县江南的一个小县城发生了一桩案子，县衙差役把即将秋收的农田毁坏，庄稼全部烧毁，美其名曰为来年的桑田提供养料。啊！陛下已经下旨推动改道为桑之策了吗？还没有。看来是文官集团等不及了，看着十拿九稳，所以就提前将此事布置下去了。但不对啊，你是怎么知道这么隐秘的案子的？探报已经到了京城，消息已到镇国大将军府上。既然镇国大将军府的消息被你得知了，那是不是意味着改道为桑国策还未实施就要夭折了？镇国大将军是打算将此事在朝堂上公开说吗？是，若不制止，恐怕又是一场无端的人祸，甚至可能会成为第2个渝州。虎子，帮我去买1条鱼。买鱼做什么？你不是已经抢回来1条吗？谁说的？那是我钓的。我要出去一趟，既然是上门拜访，不能空着手去，不然那老匹夫不一定能让我进门。你要去哪？文公旦府上。我见那老匹夫作甚？我要见的人是柴松，但我品级太低，见不着。不过倒是能让文公旦带我引荐。你还想帮助他们推动改道为桑？
白小姐，陛下是铁了心要促成这件事，你不会想违背圣意吧？或许陛下已经改变主意了，否则为什么这么久仍不公布旨意？他不可能这么干，他拖得越久，表现得越谨慎，文官集团就越着急。这不，他们已经着急得出了纰漏。既然这个消息你知道了，陛下肯定也知道了，他肯定会在朝会宣布此事。大燕皇朝问政天下才2年，就发生2起灾荒，怕是民心会不稳，于太平不利啊。这是皇帝要做的事，你阻止不了，镇国大将军也不行。如果你真的为你家的大腿着想，就劝他不要做傻事，你要准备好替代江南世家门阀的准备，除非你真想跟皇帝对着干。虾公子，厨房没有鱼了，就剩一个头，现在上街买吗？算了，鱼头不是礼了，剁椒鱼头香的礼。次日一早，虾仁带着一身寒意赶到皇城的时候，恰巧撞见了天子仪仗与百官的队伍走出了皇城。我还没上车啊！喂，我还没上车啊！虾公子，你要是起床能干脆一点，咱们也不会迟到。我站得那么靠后，迟到2-3分钟，他们也不会发现的。今天什么日子啊？今日穆将军出征驰援北境，陛下令百官随他送行呢。虾公子，你好歹是百官之一，而且还是朝中重臣，怎么你还不如俺知道的多啊？你见过寒冬腊月里瑟瑟发抖的6品重臣吗？虾大人，陛下有令，虾大人今日就不必随行了。他妈的，他倒是早说啊，这样我就不必大早上爬起来了。夏大人，慎言啊！慎言个屁！我一个言官，慎言个鸡毛！来，这封奏书你拿着，算是我今天给陛下添的堵。把奏书塞到了小太监手里，虾仁扭头回到了车驾。你家小姐最近可有筹备粮食？小姐的事俺不懂，俺就负责保护虾公子和给虾公子驾车。哎，你家小姐最大的错误就是认识了我。虾公子为什么这么说？小姐可从来没有这样想过。你最好有空去叮嘱一下她，要记得我之前提醒过的事，要筹备粮食，随时准备进驻江南地区，成为江南地区新的豪族。哦，俺记住了。我现在最担心的事，就是你家小姐可能会参与军需的筹措。回府后，听了胡子的汇报，老黄便带着他直接找到了殷秋白。听了胡子的转述，再加上改道为桑的国策，让这位镇国将军敏锐地察觉到事情异常，赶忙直接进宫去了。该说他太了解文官了，还是该说他太了解人了呢？难道明大人在江南早有布控？不错，江南之事一切尽在陛下掌握。虾仁倒也是误打误撞的撞在了朕的心思上。江南之事后，江南确实需要一个能接管地方的豪族。虾仁希望你能去，那你就去吧。是，陛下。你方才说虾仁对北境的战事关心甚重，是他总劝我不要参与到军需筹措方面去。他怕什么？怕。可虾仁的性子向来不会怕啊。明玉，你给他解释解释。殷将军，锦绣司对虾仁调查得仔细，他这样的人有正义感，有原则，但没有底线。他会怜悯，但不会因为怜悯而改变。坏，又善吗？精辟的总结，殷将军，您于他有恩，他不希望你卷入是非之中，尤其不希望你卷入由他搅弄的是非之中，但他绝不会因为顾忌有你的存在而改变自己的计划。明大人的意思是他在暗中谋划的，与战事有关，而且最近他与文官集团交往甚密。他去见过1-2次文公旦，也见过1次柴松，这就算是交往甚密了吗？这小混蛋好像总是裹挟着所有人与他一起滚进洪流，偏偏所有人都在猜。陛下，我会好好看住他的，定能替您挖出他藏的秘密。秋白，你看不住他的，你保护好自己，就是对朕最好的帮助。来了啊！我操，你这家伙被什么脏东西夺舍了？今天怎么一坐下就钓上鱼了？吕老头，你以自己的角度是思考别人的事，是永远猜不到我的想法的。你这是什么意思？让你参与场游戏如何？老夫洗耳恭听咯。这些东西如果让皇帝来查，一定能查到，但我等不了，他们实在太慢了。你帮我将这些东西送与他们知道。这是什么？你打开来看，不就知道了？为什么选老夫？主要是因为你有朝中的关系，身边有这么多世家子弟伺候，他们可都是有功名的。你借他们手将东西送进宫里很简单。你只是一个言官，对吧？如果我猜的不错，女帝麾下一定有一个司衙，这个司衙是女帝的耳目与另一个头脑。你要是有能耐，送到那个司衙里最好。你究竟想干什么？快去吧，这座圣水湖很快就要无主了。天下太平不好吗？非要搅弄这风云，对你来说有什么好处？闭门不出的读书人，见识就是短浅。你以为的天下太平，早就已经暗流涌动了。聪明点吧，吕老头，说不定你能凭这次的功劳换一个圣水湖。
兄君，陛下，北疆告急。穆将军率军2万出关迎战，穆将军殉国，2万大军在关外遭遇劫杀，已成溃兵，北敌增军不知其数，请求朝廷溯源。听，陛下料事如神，以文公旦为首，各部文臣齐聚前殿，长跪不起，人人手持弹劾奏书。他们弹劾谁？这是谁的奏章？回陛下，虾人的陈罪词。哼，好一手空印，他这是要把所有人都拖下水。他是不是早就料到了这场战斗会败？一旦战败的凶讯传入京城，就是文官集团群起攻讦之时。不是攻讦，是逼宫。请天子斩奸孽，肃朝纲，正国律，臣等死谏。无论这场北疆战役的胜利与否，都不妨碍他们今日的逼宫。虾人不在乎这场仗能否打赢，因为无论如何，空印窃国已成事实。好一个斩奸佞肃朝纲，他们要斩的哪是奸佞啊，是大殷的国运，是得之不易的太平。真是好计策啊！如果这把刀不是冲着朕的话，朕几乎都要为他喝彩了。抓明玉，把殿外的那些逼宫的反贼都抓起来。陛下三思啊！朕又要三思。陛下，明玉有罪。抓。是。禁军听令，陛下旨意，将此等逼宫的国贼尽数拿下。陛下，此时抓人会留天下人口实的。江南之事压得够久了，既然文官把牌面亮了出来，那朕也不藏着掖着了，以江南毁田烧粮的罪将他们羁押。明玉，你要替朕查清楚北境之战是如何败的。秋白挑选的人应是个守城之将，绝不可能因为虾人一面之词就临时换将。莫非影为何突然出城应敌？查清楚空印文书的始末。朕不知道手底下这班武将是否有胆子贪没国堂，但知道他们的脑子简单，不可能想得到空印这么机妙的办法。文公胆只是文官集团推出来的明面人物，柴松那个老狐狸还在背后看着。查清楚，告诉他，这天下的主人还是朕，朕的剑还能杀人。是，那虾人呢？抓，他是个英才，但奈何自寻死路。是，将安振涛下狱，堵住天下人的嘴。明玉，安振涛的命交在你手上了。若有负圣意，明玉以死谢罪。明大人，要上镣铐吗？你为何寻死？你去渝州赴任的时候，我曾与你一道，我知道你的一言一行，你把所有人当人看，原以为你是位能臣干吏。当夜被宁霜说的高手，原来是你啊，明大人。你知道你这一次的谋算，害得整个北境防线几乎崩溃吗？北境的战争跟我有什么关系？我啥也没干啊！难道北境战败的内情你不知道？明大人，我不是神，我也不是什么都能料到的。带上车，不必上镣铐，他不会跑。你要名留青史了，虾人，你是第一个让朕陷入如此两难局面的人，朕佩服你。有一些事本可以让明玉去查，他一定能查得到，但既然幕后黑手就在朕的面前，朕不如直接问你。陛下，请问北疆的守将为何会出关应敌？莫非影很清楚自己的才能在于守城，不在攻敌？若非变故，他绝不可能做出这等有违常理的事。这件事确实不是我的谋划，不过我也能猜到一二，大概是这位穆将军的家眷妻儿被人送到了北疆，然后不知为何边关被人放进来了一支北敌的斥候，斥候劫走了穆将军的家眷，留笔约战。你不是说这并非你的谋划吗？我一向是向坏人学习，所以坏人能想到的损招我都能想到，查当然可以查到是谁，但我估计真正办事的人都被意外掉了。朕知道你只愿意死，但朕不太明白为何。朕猜测你厌世，但明玉说不是，你不是那种以杀戮为乐的疯子。你想死，仅凭空印一案，朕就可以成全你。但江南之事何解？陛下，我在这个世界种下了一颗种子。什么种子？一颗能改变人心，但自行发芽几率很渺茫的种子。你的想法很危险。空印的所有案情我都整理好了，与我对接的是文公胆那个老东西。我很想接触柴松，可惜这老狐狸太聪明了。朕还没有问，我生怕陛下对我用刑，所以我提前说了，对你对我都好，不是吗？来人，将罪人虾人发落死楼，3日后于市井凌迟。陛下，我主动交代那么多，只求速死啊！你不配，拖下去。我有一言，换速死。空印与江南是一把刀，只有把伤口上的烂肉陈科生生剃掉，才能开启新一轮的皇朝周期。你们太过分了，居然污蔑一个出家人伤风败俗！闭嘴，无语！我现在有理由怀疑你假冒出家人。等僧路司的大人来了，证实你是个假和尚，你就有罪受。
你们居然污蔑一个出家人伤风败俗，简直太过分了！闭嘴，死秃驴！等僧路司的大人来了，证实你是个假和尚，你就有罪受了。贫僧真的是和尚，你看贫僧的脑袋锃光瓦亮。再多嘴一句，老子往你这扔个断袖之癖！你在这开什么玩笑？屁股只能用来拉屎而为。和尚，夏公子，你怎么也进来了？我该问你才是，就算嫖娼也罪不至死吧？我不是因为嫖娼进来的，这次真不是，我是蒙冤入狱。那是因为啥？我与一名桃李年华的女子一见钟情。你那是什么眼神？我们俩真的是一见钟情，没有一点利益交换。呵呵，你继续。在一个宁静的下午，他登高采枝，叶落在我肩侧。我抬头，他低头，世间在此刻交汇缠绵。他说抱歉大师，我说无妨。他低头娇羞一笑，那一刻世间万般风情皆在他唇间氤氲。咦，你这银和尚居然还是个痴情种！那一刻我认定此生非他不可，我要还俗，我要上门提亲。对不起，怀疑你了。然后我就被人轰出来了。岂有此理！就算你是个和尚，也不能这般歧视你。发可再留，出家也可以还俗的嘛。就是，我们之间的爱情怎么能被世俗偏见所阻碍？所以我第二次又去了，我就站在墙脚下，我只想看他一眼。痴情，我向佛祖祈愿，我愿化作石墙，受500年风吹，500年雨打，500年日晒，但求那少女再从墙头折枝。真爱。好在这一次我又见到了她，本来我们的真情只有一墙之隔，但可惜她的丈夫是个捕快，我打不过她。即便如此，你们的爱情依旧可歌可泣，这是一副可以流传后世的凯歌。和尚，我虾仁佩服你。我都这么没底线了，你却能硬生生夸出口。正所谓欲求其人，行将下之。你肯定有什么要了和尚小命的大事要求我。你这和尚还怪聪慧的吗？夏公子，你说吧，有什么事是小僧能帮你的？给我这里来一刀！可是夏公子，小僧是和尚，和尚是不能杀生的。你少给我扯清规戒律！你即便是真的秃驴又如何？你连色戒、婚戒、星戒都破了，你还在乎这点戒律？虽然小僧确实有一点点小小的与众不同，但是我连鸡都没杀过，你一上来就要我杀人，挑战这么高难度，着实让人为难极了。和尚，你知道吗？其实是因为我有个朋友在我心里留下了一个东西，我一直很想看看那个东西是什么。夏公子，你说笑了，你这么的贱兮兮的家伙，怎么可能会有朋友？别打岔。好，你说。昨夜我梦到了佛祖，佛祖说今日我一定会在狱中遇到一个僧人，这位僧人会充分学习佛祖成人之美德。这位高僧显而易见就是你啊，小和尚。俗话说拿起屠刀，立地成佛。夏公子，虽然听不太懂，但你好有佛性啊。当然，这一切都是命运的指引。我在牢里能遇到你，真是太好了。可是这是监牢啊，你看这里头哪来的刀？哎呀！这么说，我刚才违背了自己的底线，践踏了自己的人格的行为，都是打白工了。怎么能这样说呢？你可是收获了我的友谊啊！开饭了！哎呀，真不愧是夏公子，坐牢都做得那么奢华，这牢饭比白小姐的凌迟餐还要豪华吧？就是凌迟餐。从此刻开始，世上没有我这个人。哎呀，好像回到了第一次见面的时候。牢房有3人，侠妓进来的和尚，犯了死罪的虾仁，托了关系进来体验坐牢的富家小姐白秋阴。看不见我，为什么？白小姐，你对我的信任让我感到羞愧，但我该做的事依旧还是会做。你果然如明玉说的那样，有原则，没底线，空印一案，你要拉所有人下水，只为了可笑的寻死吗？对不起。你何止对不起我，你对不起天下人。那个，对不起，小僧实在忍不住好奇，身为天下人之中的一员，我是不是也有资格知道他做了什么？何至于罪该凌迟啊？他要所有人陪他一起死，他想拉整个天下和他陪葬。一庄江南要死多少百姓？一庄空印多少国土将被践踏？空印，江南。虾仁看着一脸求知欲的小和尚，便小声将前因后果全部告知了他。老实说，这还真像夏公子你想得出来的奸计。不过恕小僧愚钝，小僧听着，这2桩案子怎么好像跟百姓都没啥关系？空印杀武将，江南杀文臣。兴，百姓苦；亡，百姓苦。想要把这些高官权臣拉下水，百姓终归是第一个遭殃的。那这也是高官权臣的错啊！如果这些遭殃的权臣没有贪心私欲，又怎么会掉进夏公子设下的人性陷阱里呢？精辟啊！也没有了，你抬啊！空印发生在战时，难道也无错吗？北境仍有外患，若是外敌入侵，多少百姓要惨遭屠杀，十室九空的画面，你难道不曾见过吗？
那换个角度想想，夏公子并没有罪啊。白小姐，你别这样看小僧，小僧怕。现在敢为虾人说情的，与他同罪。夏公子，那你是真该死。哎呀，那个怕是有点痛哦。那个不痛，咔嚓一下就行了。凌迟啊，那个是有点痛，我建议你还是往这里撞吧。虽然要多撞几下，但总比凌迟要舒服多了。你虽负我意，但我仍念旧义。这把刀是我留给你最后的体面，你自裁吧。天天嚷嚷着寻死的人，真到了这一步也会怕死吗？你给一个凌迟犯地上一把自裁的刀，会不会连累到你？不会。不行，我肯定会连累你。白小姐，你是个好人，我不能这样自私。你果然还是怕死的，终究不过是借口。那你就等着凌迟吧。我就吃一小口，应该不会被连坐吧？你吃吧，我不会告诉别人的。我虽然没有你这么坏，我是说这么冰雪聪明，夏公子，不怪你，他们不懂，我懂你。是吗？是啊，这个天下坏了，你想修好它，所有人眼里你是个毒瘤，破坏了天下的太平。可是这太平若非粉饰的，又怎么会如梦幻泡影一样一触即碎？和尚，你喝醉了？没有，我说的都是认真思考过的。如果真的天下太平了的话，其实区区一两招案子就能引得天下动荡的。错了就要罚，对了就该赏，这才是道理。你真没醉吗？为我说话可是要被连坐的。我醉了，我要睡了。里面的秃驴，你们法源寺的方丈来接你了。方丈，您终于来接我了。你个小孽障，就知道给山门抹黑，丢人丢到京城里来了。要不是老衲慈悲为怀，老衲真想一刀捅死你。方丈，我可是你的爱徒啊，见到你就这样捞脸，简直比见到了凤鸣院里的姑娘还开心啊！求求你了，要不你判出山门吧，这样老衲就可以在僧路司把你的名字划掉了。每次闯祸都得老衲来领人，喝酒吃肉就不说了，你还破色戒。你知道在佛门讲经会上，老衲被多少人指指点点吗？方丈消消气，消消气，他还年轻，教育教育就行了。阿弥陀佛，施主心胸宽广，海纳百川，老衲一定会把他带回寺里，好生管教，定叫他以后潜心礼佛，绝不再惹是生非。仙儿公子，我先走了。家人，吕老头啊，圣水壶现在成你的了吗？陛下让我来问你，皇朝周期是什么意思？能换速死吗？若你做不了主，那就换一个人来问。你怕死吗？你既不怕死，为何老李有一把可以结束煎熬的匕首，却不敢动手？要知道，很多人连自裁的机会都没有，你却有一个不怕被你牵连的朋友送来了这样一个机会。我不能自裁，是怕被后世人骂你懦弱吗？你本可以在朝堂实现自己的谋划抱负，可你这样自绝后路，太过令人惋惜。吕老头，天下是不会因为一个人而改变的。说的也是。什么是皇朝周期？你是兵部尚书，不才和阁下一样，都是阶下囚，不再是兵部尚书了。什么是皇朝周期？300年一更迭。为什么是300年？你凭什么得出来的结论？不好说啊，你不能做主，给我一个痛快。我要是对你说了，我要遭凌迟，那就是板上钉钉的了。既然你被下狱了，那么我或许很快就会出去了，到时候我会在陛下面前替你求情。那你直接给陛下打个电话不就行了？虾大人，你换新手机了，那旧的呢？卖了呀！我发现转转最近配合国补发放了大额回收补贴，我那台苹果15 Pro Max 叫转转上门回收，还卖了5200多。他家现在回收品类很多，像平板笔记本这种数码产品， LV 包和腕表之类的奢侈品，转转都能回收。总之二手回收我推荐转转，这可是我最后的底牌了，除非你发誓。你这样阴险狡诈之人也会相信誓言？如果是我的誓言，就算是打死我，我也不会信的。但是你的话，我信，因为你们这个时代的人最看重的就是仁义礼智信。如果要你违背誓言，我觉得你宁愿去死。我安振涛发誓。慢，你跟着我念啊！你安振涛用你安家列祖列宗之名，还有全家老小，若你违背誓言，负了虾人，那你们姓安的全家不得好死。男的死，女为娼，生儿子没屁眼，生女儿有坤坤。你果然是个无耻的混球，这也太恶毒了。没办法，我这个人最大的优点就是疑心太重，即便你的信誉很好，我也只敢施以2分信任，剩下8分要靠恶毒来凑。哼，虾人，这世上不是只有你一个聪明人。
是历史，一个朝代的开国到灭亡，你认为不会超过300年？厉害！皇朝周期这个概念被提出来，只需要联想一下，很快就能理解，这没什么难的。难的是空印与江南岸与皇朝周期有什么关系？你想知道就自己猜啊！大英皇朝与其他开国的皇朝不同，陛下本就是皇室，只是登基于危难之中，换了国号是为开泰之计议，但实际皇朝的一切都继承于乱世历旧的皇朝。你是否认为大英皇朝看似年轻，实则已入暮年，是因为这群文臣吗？不是，那会是什么？自己猜。我懂了，你觉得不只是文官，还有武将、文臣武将，他们和我们都是这个国家的旧客，是不是？虾仁不禁暗暗发誓，要是还有以后，千万可不能以职位取人。谁说兵部尚书是个没脑子的武人？这不被人把底裤都掏出来看了？你不说话，证明我说对了。哼，也许你曾因江南一案与陛下不谋而合，但你想得太天真了。陛下还需要我们这般弟兄。天下大势虽然已定，但如今外患不止，内忧犹在。安尚书，如果这是整个武将集团的想法，那这就是祸患的开始。要知道，皇朝是否安定是取决于臣子需要天子，而不是天子需要臣子。文官集团为什么会被江南岸扯下水？因为天子知道了他们的想法，他们自负地认为天子没有了文臣与门阀就无法治理天下。而现在，你们与他们有何不同？可前方浴血奋战只为保家国的将士，他们都是有血有肉的男儿郎啊！我从没有过这样僭越的想法。当今陛下虽是女子，但她却是我见过最英明的君主。我追随她，只是为了天下太平而已。或许皇朝周期这个概念在我之前没有人提出过，但有可能女帝也意识到了，所以她才会暗中推进江南的国策。她想清除陈旧的腐朽，可是她也怕啊！怕什么？怕大刀阔斧之下，人心惶惶，天下再乱。他怕破釜沉舟之后，舟就沉了，所以他一定会杀我。杀我能平天下人的怒，如此文臣便能得到一定的遏制，甚至兵权也可以得到削减。这就是我的谋定。我想以皇朝的周期换一个速死，但没想到他还是怕的不敢再听。我明白了，你觉得皇朝的周期是300年一更迭，你意图将旧的文臣核心的勋贵清除，达到清正肃朝的目的，以此重调皇朝周期，这样的大英皇朝能活得更久一点，天下能太平得更久一点。也许吧。我不要也许，纵观历史，新的皇朝开辟一定拥有民心所向，陛下做到了；新的皇朝的君主一定有远大抱负，陛下也做到了；新的皇朝一定有。安大人，随我进宫面圣。陛下，安尚书有一事，请陛下准允。说，安尚书请免虾仁死罪。呵，跪着吧。安大人，起来吧。连老，虾仁罪在当代，功力千秋。猜到了，可惜猜到的有点晚。既然你我都猜得到，陛下如此英主，冷静后也想得到，那为何？因为只此封口，陛下是不能错的，也不会错。既然陛下说他该死，那他一定该死，否则就是受天下人诟病，狼子野心者会再先狂澜。虾仁太激进了，所以这个天下容不下他。能求陛下赐他一个痛快吗？不行，陛下金口玉言，不可更改。可惜啊，但也不是没有办法。我就坐在这里，你们敢来就死。刑部大牢前禁止停留，速速离去。我坐的这里不属于刑部大牢管辖范围。姑娘，凡事三思而后行，你可不要节狱啊。当然，我受人之托，只在这里歇息到天亮。你们可以去通知禁军，禁军来之前，我在这没人敢来。1个时辰后，等到禁军赶来，大牢前已经没有了魏凝霜的身影。而牢内的虾仁苦苦等了3天，他愣是没想明白，难不成这群文官真就没有一个是蠢货吗？北境弄城镇北王秦苍，大英皇朝唯一一个世袭异姓王，于先帝朝受封，世代镇守北疆。自穆飞引兵败后，便奉命镇守于此。朝廷的援军快要抵达了。王爷，京城那边到底怎么了？补给线出了什么问题？末将多次令人给安尚书去信，都不得回信，是不是安尚书也出事了？京城出了2桩案子。秦苍顺便将京城的2桩案子与臧沐北轻声说了一遍，连2品大员都死于凌迟，文公党被当街执行，全家斩首，超没家产。被判处凌迟的其实有2个人，2位大员难道是安尚书？不怪臧沐北这么猜，实在是这一文一武2件案子。文的已经有户部尚书文公旦被凌迟了，那武能与文公旦相提并论的，也就只有将门出身的安振涛了。不是他，另一人就在此次援军的队伍中。虾仁，6品御史台侍御史，江南岸与空印案的幕后操手，就是此人陷害我等忠肝义胆的将士。陷害
算不得陷害吧，他只是在背后推了武将集团一把。现在有一个问题，杀不杀？陛下不是已经判处他凌迟处死了吗？难道改成了流放充军？是判处了凌迟，却不知为何突然要送到我们这里。那京城方面可有明确之意？没有，也就是说下人此刻还是戴罪凌迟之身。没错，那还有什么顾虑？等人一送到，即刻行刑。知道是谁在虾仁临行前让他活下来了吗？还请王爷明说吧，末将实在猜不到。太师，可曾太师不是云游了吗？太师在此战之前就经由弄城而出，末将还曾有幸得见太师一面。不对，既然太师不在京城，那这道太师的令是谁发出来的？看来本王的老友给本王出了个难题啊！王爷的老友难道是大儒吕谦李老先生？不难猜，应是吕谦以太师的口吻写了一封奏请。陛下是知道太师云游的，但不知陛下是什么用意。这封太师奏书却被盖上了陛下准允的大印。现在看来，吕谦不希望虾仁死，但天子令不可改。那么，陛下希不希望他死？朕北王，你这从京城来的死囚，可是个很棘手的麻烦，让人苦恼啊！杀我是中天子，是顺大义，为什么不直接处死？虽然不知道为何，但有人不希望你死。也许是有一件事没搞明白。说吧，用这件事换一个痛快。真的？当然，既然陛下将你送来北疆，就是要我做主你的死活。我提出了一个理论，叫做300年皇朝周期。何解？纵观历史，从开国到灭国300年周期分作3个时期。初期，开国时一个皇帝带领一群有梦想的将领，平定家国河山，重塑新的皇朝规则。再然后经过一代人的励精图治，与民生息，累积庞大的皇朝底蕴。中期，宗室权贵日益庞大，给国家造成巨大负担，权贵的需求开始向百姓施压，捐税苛政，土地兼并日益严重，资源垄断在少部分人手里。后期皇权衰弱，一国贫富差距极大，各地流民叛乱，一旦汇聚成河，滋生出军阀，然后再一次，一个怀揣着梦想的王者带着他的兵马，开启新一轮的循环。收拾一个牢房，让虾大人住进去，衣食足给，不要怠慢。本王现在算是明白吕谦的心思了，这人死了可惜啊。老将军，您可是觉得大英皇朝不算是一个崭新的皇朝？不是本王觉得，是虾人觉得。文官是混乱时期的先帝旧臣，地方门阀依旧屹立不倒。可这是江南案，空言案又怎么说？一群有功之臣的胃口是很难填饱的。空言案难道不能用来中饱私囊吗？老实说，哪怕他是个死囚，本王也有点欣赏他了。王爷，他一手策划了攻击武将的空印案，那可是我们的敌人。你呀，你还是得跟你媳妇多学习学习。老将军的意思是，武将集团现在犯一个小错，好过将来闯了个大祸吧？虾仁策划空印案，咱们武将集团还得感谢他。啥？咱们还得感谢他？这什么道理？人教人，百变无用，是教人一次入心。如今人人都知道空印是大错，将来还会有人拿空印犯案吗？那当然不会啊，谁想被凌迟啊？这就是了。换个角度想，虾仁算是为武将集团提了一次醒。那还真是的感谢他，可他都被凌迟了。所以这就是最棘手的地方。道理我们懂，但将士们不懂，天下人不懂。虾仁把自己推到风口浪尖，他不死都难。京城方面估计看出问题了，但圣旨已经下了，所以只能把烫手山芋推到弄城这来。老将军，您想保他？不想，他是皇朝所有人士疾病陈科，他用江南与空印两起案子攻击了所有的文臣、士绅与门阀，在他眼里，这个军阀可也包括本王的。这个皇朝不就是靠我们？这个皇朝是靠陛下英明统治，其次才是我们来维持。对，王爷说的是，末将就是这个意思。我不喜欢他，但我欣赏他的粗暴手段。既然无法与利益集团周旋，那就一并连根拔掉。哈哈，这等气势，天下罕有。大人，对面犯人也全部是由京城与虾仁一同发配而来。说起来，这些人也都是受空印案牵连的，多是被上级或者家人连坐，本身倒都没什么过错。是你啊，说起来还不知道你的名字。回大人，小姓熊，贱名一个九。这话说的，大家都在牢里，哪有什么小阿贱的？虾大人可跟我们不一样，在牢里也是千金之躯。大人好似福星咧，凑在大人身边，我们能活命嘞。我都泥菩萨过河了。大人别骗小的们了，小的还没见过什么人临死前能像大人一样从容的。大人，我们这些发配的到底要落个什么下场？大人能不能发慈悲，告诉小的们，好歹给小的们心里有点底。
充军嘛，就是打仗，若是能立功，说不定能洗刷身上的罪名，重新做个干净的人呢。若真能洗刷罪名，那真是极好。我娘子还在家里等我呢。对面牢房挤得满满当当的众人看虾人的眼神，似都透着一种寄托。身为罪民的他们，真的太需要一个活着的期望了。就这么过了一天，第二天这群人便被押解到了城外军营，所有妇孺青壮，每人被发放了一把兵器。你们是罪民团，自己选出一个带队的，一会儿上了战场，只需冲锋，不许回头，否则立即射杀。听明白了吗？那虾大人呢？让你们问了吗？台下大人，他跟你们一样吗？明白了。将士们，2万袍泽还在关外溃不成军，受饥寒交迫，遭北敌猎杀，他们满头乱撞，不知归途。你们的任务就是各自分成小股，把袍泽带回来。末将肯定不辱使命。会骑马吗？不会。京都的文人都这么差劲了吗？没办法，文人要是不差劲，也不会被我一通乱杀了。倒也是。拿着刀，你也要出关。你的任务就是与那些罪民一样，与他们结成小股，往地图上这个地方冲，可明白？你是想把罪民们当成送死的炮灰？这个地方是你们事后探查到的敌军主力大概方位吧？没错，发配来的流民就是这么用的。你想用罪民当成吸引敌军的诱饵，好让你手底下的斥候尽可能收拢溃军。你这文官竟然也懂几分兵法吗？那太好了，让你来带领一队流民，果然决定不错。娘子，你说的果然不错，这小子对兵法很敏锐，他太聪明了。这家伙如果不是戴罪之身的话就好了，好在此次一去九死一生，不必防着他活着回来报复。你傻，你没看出来老将军这么安排就是在保他？哎，人老了，不单单变丑了，还变得慈祥了。哦，你说王爷丑？这货，重点是这个吗？哎呦，疼，媳妇，放手！你再不放，我打你了啊！我好歹是3军主将。你还敢打老娘？你动我一下试试。将士们看着呢，留点面。我看谁敢看，都不用干活啊！人。喂，你们好歹劝啊！孽障，你大师兄呢？孽障，老衲在问你话呢。方丈，您可是大慈大悲的得道高僧，佛前不要动怒，佛祖就在上面看着呢。阿弥陀佛。他去北疆了。果然是你蛊惑的，你让他去北疆做什么？净法是法源寺最强武僧，我让他去北疆，那当然是保一个人的命。是老李那个？没错，夏公子此去北疆，北疆肯定不会要他好过。我记得法源寺上一代的主持曾与北疆弄城的主将祖辈有过交情，我特地让净法带着上代主持的舍利子一起去了。你还拿走了舍利，你这么鲁莽行事，早晚会惹出大祸的。可若是夏公子死在了北疆，我感觉自己有一天会因为没有今日作为而后悔的。净法才刚走，来人，速去将净法追回来。方丈，你个小孽障，平日里那么机敏，在这种时日怎么这么糊涂？你真以为一个凌迟处死的死囚，突然被调离京城，赶赴北疆，这件事就完了吗？方丈，你这话什么意思？你真当那位虾大人身边没有京城的人？京城里多少人都想要他的命，他在京城似乎也没有朋友，谁会派人随他去北疆？是谁解救他于危难之中？好像是吕谦。是了，吕谦有这么大的能力，他不是个文人吗？是个文人，但更是个大儒。你又要干什么？出门走走。你哪也不准去，你别以为老衲不知道你想干什么。老衲好不容易抓着你回来，肯定不能再让你出去败坏我法源寺的名声了。喂，方丈，你别给自己脸上贴金了好不好？你抓住我，是官府抓的我，而且我也不是出去败坏法源寺的名声，我所作所为一切都是为了修行佛法。修行佛法？你把立寺以来该有的清规都破了一遍，这是为了修行佛法？你这6根不净的东西，每日缠绵苟且，这叫修行佛法？你在佛前狂语，不怕遭报应吗？说啥呢？方丈，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色乃是色蕴的色，为眼耳鼻舌身意去感受女子的美好，这难道不是修行佛法？为色声香味触法体会你视若蛇蝎的欢爱，难道不是一种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精神吗？要知道，佛祖尚且割肉喂鹰，我舍了法身度红尘女子，难道不是一种修行？老衲打死你个孽障！而此时北疆弄城，由兵士与罪民组成的小股队伍开始向北疆深处出发。雄九幸运的是与虾人分到了一个小队，不幸的是接敌！我操，你给我留一个啊！大鹰的兵没有孬种。
告诉我们你的名字，我们要是有人能活着回去，一定给你立碑。图，我知道，我会继续往这个方向走的。说，兄弟安心，他们会折返带回家书。地图归我，家书归你们，你们原路折返吧。有战士家书在手，弄城会放你们进城的。我跟着夏大人，你跟着我，我去送死，你也跟着。夏大人，这是戈壁荒漠，我根本不记得路，一直是跟着骑兵军爷在走。现在军爷死了，要是回去的时候迷了路，就彻底困死在这了。那样的话，还不如跟着夏大人，说不定还能杀个敌人，立功劳，不求再做庶民，起码能在军中找份安身立命的事儿做。我们也跟着夏大人。大人，上马吧。行不过2日，身体羸弱的虾人便病倒了，彻底吃不下任何东西。炯九，给我一刀吧，要不你把我打晕扔下也行。夏大人，您少说点话，省省力气，说不准明天就好了。要不把他扔下吧，他这半死不活的样子，好像也活不了多久了。带着他走不快，反正咱们知道怎么辨别方向，而且还有家书，一定能回到弄城。不行，行，怎么不行？炯九误我。大人，大人，太好了，夏大人你醒了，就连军中的医官都觉得您挺不过来了。还好夏大人您吉人自有天相。是哪个狗日的医官救活我的？我他妈差点就无痛病死了，我真他妈得谢谢他啊！全仰赖夏大人扶持，我们在戈壁里误打误撞撞见了一支撤退的溃军，这里头大多都是伤员，非但有医官随行，还有一名向导。夏大人，我们有救了。我们明明是一群戴罪的罪民，医官怎么会浪费药物给我救治？你隐瞒了我是戴罪之身的实情。夏大人，将军贵姓？某非将军，我名卢素锦，只是一介前锋卫。卢前锋，我不是什么大人，只是一介戴罪之身的罪民。以往我所见的文官，哪怕落难了，在我等武将面前，也一定要保持着高高在上的姿态，更别提我根本不清楚京城局势，不知道夏大人是戴罪之身，夏大人却一点隐瞒都没有。我不习惯把所有人都当成傻子，但凡卢前锋仔细想想就知道不对，一个养尊处优的文官怎么可能会出现在这战场上？倒也是，不知夏大人犯了什么罪。凌迟，我是罪民，卢前锋还是不要再叫大人了。我听那些罪民说，是夏大人，是夏先生教会了他们如何辨别方向。一点雕虫小技不算什么。夏先生说笑了，既然夏先生已经没有大碍，那就随我们一起走吧。我们这有向导，会往弄城撤军。不必了，我不能撤。他们虽然是罪民，但并非大奸大恶的人，而且也算立了功劳。虾人将此前不知名姓的骑兵功绩与卢素锦说了一遍，并将家书交给了他。如果卢前锋有心，回去之后替他们提一嘴，也不说请功，只是希望能让他们在军中求一份活路。毕竟功劳是那位袍泽的。夏大人，跟我们一起回去吧。您一个人在这茫茫草原，怕是走不了多远的。是啊，夏先生，你这是何必呢？卢大人，夏大人他肯定是病坏脑子了，我们随军撤，我们随军撤。炯九，你糊涂了，那位骑兵一人杀3起，不是他的话，你们已经死了。他的家书得有人送回去，军令也得有人执行。你们怕死，那就送还家书。我不怕死，我就去执行军令。您只是一个人，而且您是个文人，你就算真的抵达了敌军腹地，又能如何？你甚至跑都跑不掉。炯九，你有家人，我没有啊。空印案与你本来没有关系，你只是卷入了上层掌权者的争斗而已，不值当再陪我去送死。夏先生，末将佩服你的气概，我会派人随夏先生同行。若能遇到其他同袍队伍，请夏先生为他们指引归途方向。不用了吧，我可是个死囚啊。那么从现在开始就不是了。夏先生，此前你们这些罪民是去送死，现在有了我们这些征战沙场的将士，那就是去杀敌的。我留20精锐于你，千万要带领他们建功立业啊。我一个死囚，我怎么带他们建功立业啊？我卢素锦虽是个武夫，但浅显道理还是懂一点的。夏先生既然能被判处凌迟处死，那显然就不是一般人，一般人也不配被判处这么严重的刑罚。夏先生是有大智慧的。什么鬼情况？凌迟还成了上升的履历表了。